我觉醒了 S 级的超凡能力，可以凭空产生无限的魔力。本以为从此可以走上人生巅峰，然而却成了人人嫌弃的对象，只因我生成的魔力只对魔法师和奶妈有点用处，而我本身却只是29级的低级猎人，战斗的时候却只能在后面乖乖的看着。只有等队伍里的法师魔力耗尽之时，我这颗蓄电池才能发挥作用，立马上前帮助队友充满魔力。借由我的帮助，魔法师在全力一助下顺利击败了。然而没有人会感激我，只是把我当成了工具。佐野猎人，你今天好像没什么贡献吧？去把刚刚 BOSS 身上有用的部位采集下。虽然心有不甘，但我也只能乖乖照办。那家伙不是战斗人员吗？怎么连后勤的工作也要做？一旁的队友嘲笑道：“他呀，据说只有一个技能，叫什么魔力无限生成。”别听到无限魔力就大惊小怪的，虽然是个 S 级技能，然而却是个鸡肋。只有像今天这样打 BOSS 的时候，需要大量魔力，它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。平时刷怪的作用基本为零，所以成为猎人已经5年了，居然还没有到30级。对于这些嘲笑声，我只能默默忍受，等着瞧吧。只要我到了30级，一切都会不一样的。回到大贤公会总部，我却被告知了一个最不想听到的消息。所以你应该也知道吧，已经没有人愿意和你组队了。而如今只有29级的你是不可能单独攻略迷宫的。所以经过大家讨论，将你调到事业部，那里可以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。如果不能攻略迷宫，那我之前的努力算什么？最后我选择了离开。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我的能力其实并不是魔力无限生成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我的真正技能其实在成为猎人之前就已经获得了。随着技能的发动，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弹窗，你要复制该对象吗？在我点击弹窗下方的按钮 Ctrl 加 C 后，弹窗瞬间化成一股蓝色的流光，随即手中的食物出现了一个一样的复制体。本以为是强大无比的技能，然而在了解后才知道这技能的弊端有多糟糕。只要复制出来的物品离开我的身体，复制品就会化成流光消散掉。令人生气的是，复制的装备也有等级限制，超过自身等级的装备将会复制失败。神奇的是，复制的魔力居然不会消失，同时也可以输送给他人使用。这就造成了别人对我技能的误解，由此就有了技能魔力无限生成。虽然我也试着复制别人的技能，然而却有着各种条件限制。这时手机上弹出一则资讯，卡利西亚龙的长剑将在岛国展出。这把长剑有2个特殊的技能槽和提高防御力的效果，而它最特殊之处在于，拿到剑的瞬间能将使用者自身等级提高到200级，而装备条件却只要30级就行。然而这把被称为传说之剑的神器却只有10点耐久，这也是它能被展出的原因，而这却是我的绝好机会。管它耐久度是多少，我都能无限复制出来，而我只需要在1周时间内到达30级，并触碰到这把剑就行了。于是我加入一个临时组建的小队，一起参加了大王巨族迷宫的攻略，而我依旧躲在法师的身后，时不时的给黄毛来上一法。这黄毛也是不客气，每次魔力补充完毕就开始胡乱释放大招，根本不怕魔力耗尽。然而我如今也毫不在意，只关心我的经验还差多少才能升级。佐野前辈还在看状态信息啊？这家伙叫池永仓，是大贤公会的成员，算下来确实是我的后辈，只是我这个前辈混得有点惨。听说他很缺钱，所以平时有空的时候就会加入这种临时小队挣钱。很快我们就来到了 BOSS 房间。BOSS 大王巨族猪，等级80，好强大的威压，我们真的能打倒这家伙吗？此刻的我紧张不已。石永仓见状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，前辈你只要躲在后方就好了。讨伐大王巨族猪其实很简单的，要注意的就是它的蛛丝，被缠住就很难脱困。还有就是那些蜘蛛卵，一旦遭受到破坏，大王巨族猪就会出现狂暴化。”就在这时，一旁的黄毛不耐烦了：“石永仓，你跟一个观众解说这么多干嘛？赶紧开始吧！”说着很不悦地踢向脚边的石子，却不料石子居然正好打中了蛛丝。大王巨族猪瞬间感觉到动静，突然发出一道巨口声，随即对着众人攻击而来。该死的魔法师，看你干的好事！幸好这一击被我们的肉盾防御住，顺势还砍断了 BOSS 一只脚。你们还愣着干嘛？上啊！随即众人举起武器，纷纷冲向 BOSS， 拿出了各自的看家本领，而我只能躲在背后默默为队友加油。然而变故还是发生了，就在大王巨族猪使用蛛丝技能攻击的时候，黄毛那个智障又开始作死了，居然对着巢穴方向释放大范围的火焰技能。BOSS 因为有蛛丝的保护没有受到伤害，然而巢穴里的猪卵却遭殃了。大王巨族猪见状彻底狂暴化，瞬间吐出无限个蛛丝，众人都来不及逃跑，纷纷被蛛丝缠绕住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的火焰居然对蛛丝不起作用。黄毛的大喊声吸引住了大王巨族猪，缓缓向这边走来。然而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，惊恐无比。不要啊！随着一声惨叫声，黄毛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一旁的我看到这一幕恐惧不已，我全身都被蛛丝牢牢困住，动弹不得。谁能救救我呀？而大王巨族猪的下一个目标居然是我。看着近在咫尺的怪物，我感到了绝望。本以为很安全才选择的低级迷宫，结果却变成了这样，我不甘心啊！我觉醒了一个奇葩技能，只要选择一个物体，按下 Ctrl 加 C 和 Ctrl 加 V， 一个完美的复制体就凭空出现。但是只要离开我的身体，复制的物品就会立马消散掉。
然而却被我找到了一个 bug， 只要复制的对象是自己，每当我死亡的时候，能力就会自动发动，粘贴出复制之前的自己，然后原来的尸体就会消散掉。死而复生的我并没有摆脱危机，再次被 bug 杀死。Ctrl 加 V， 重新复活的我立马躲了起来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该怎么办呢？就在我烦扰之时，却听到了一道微弱的求救声，竟然是池永仓，他居然还活着。然而此刻的我自身难保，看着不断逼近的 BOSS， 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做点什么的话，池永仓必死无疑。可恶，作为前辈的我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后辈被杀？于是我提刀冲了上去，对着 BOSS 即将要攻击的脚重重砍下，强大的反震力将我自己摔倒在地。幸运的是 ，BOSS 的攻击也因此发生了偏移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弹窗浮现，等级提升至30级。我一脸疑惑地盯着系统面板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突然就升级了？难道是我刚刚的攻击起了作用？而就在我愣神之际，我再次被 BOSS 杀死。Ctrl 加 V， 开什么玩笑？既然我的攻击能对你造成伤害，那我也不打算逃了。即使死上无数次，我也要把你打倒。经过3天3夜的大战，我已经死亡了不下50次，整个队伍的武器几乎都被我用坏了。好消息是，我等级又有所提升，而 BOSS 如今早已经遍体鳞伤，是时候结束这次战斗了。我迅速躲过 BOSS 的蛛丝攻击，在对方再次向我袭来之时，我抓住机会一跃而起，顺着巨足跳了上去，然后举剑高高跃起。去死吧，丑八怪！我用尽了全身力气砍向 BOSS 的脑袋，然而剑居然断了。这就是复制粘贴的便宜货，太坑了吧！我失去平衡，重重的摔倒在地面上。在我准备再次迎接死亡之时，奇迹发生了。刚刚砍中的部位突然出现了裂痕，一下子就蔓延至全身。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起 ，BOSS 化成了无数的碎块散落开来。此刻左野无力地躺在地上，大口呼吸着，哈哈哈哈！我终于做到了。随即大量的升级提示窗口弹出，恭喜你获得大王巨足蛛的奖励。休整过后，我背着池永仓准备离开这个迷宫，然而却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击中。我惊恐地望向前方，只见前方突然冒出大量等级30的蜘蛛幼体。可恶，我自己倒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池永仓还在这里啊！对于这么多蜘蛛的攻击，我能做的只有用自己身体护住它。就在这群小蜘蛛飞扑而来之时，奇迹发生了，最前面的小蜘蛛被一刀斩断，而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无数的蜘蛛向他扑来，而神秘人只是抬起武器，只见一道恐怖的地狱火瞬间将所有蜘蛛燃烧殆尽，而地狱火是最高级的火焰魔法，全世界会使用的人屈指可数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岛国应该只有一位使用女巫之刃的魔剑士。目前岛国猎人排名第5位的七濑猎人，幸存者就只有你们2个人吗？看着满地的尸体，全都是高等级的猎人。低等级的佐野不仅在 BOSS 房间存活了下来，而且还拯救了一名队员。七濑不得不开始怀疑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回到岛国猎人协会总部，没想到的是，七濑猎人还是迷宫出入境管理的所长。经过几句简单的问询后，这是大王巨足蛛的蛛棒，还有其他本次迷宫的收获，到时候一并给你。如果没有其他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都难以置信，就这么简单。我那队伍可是未经登记的，属于非法攻略迷宫，就这么简单就可以走了？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许多未登记的队伍为了各自的利益，因为擅自前往迷宫而造成伤亡。协会其实已经默认了这种行为。得到答案后，我松了口气，起身准备离开。七濑拿起蛛棒叫住了我。你好像忘记了这个，不用了，请将这个和其他收获转交给我的后辈吧。说完就关上了房门，走了出去。看着手中的蛛棒，七濑疑惑不已，这家伙到底隐藏着什么？走出房门的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面容，撇嘴露出了一个得意的微笑。太好了，我成功了！蛛棒吗？我现在有无限多个大王巨足蛛的蛛棒，能像大王巨足蛛一样发射蛛丝，具有很强的粘性，使用等级40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好不容易击杀了 BOSS， 居然给我这样一件道具。总之还是先复制一下吧。然而在我触碰的瞬间，蛛棒居然在我眼前消失了。我一脸疑惑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大王巨足蛛的蛛棒被现有技能吸收 ，Ctrl 加 C 的能力值提高 ，Ctrl 加 V 的能力值提高。我惊讶地看着系统弹窗中的文字 ，Ctrl 加 C 可以复制被控制的对象 ，Ctrl 加 V 可以粘贴目标，等级 LV1，3个技能选项，真是太棒了。没想到我的技能也是能升级的，我立马点开 Ctrl 加 V 下方的3个技能选项，只见新的弹窗出现在我面前。选项1，你可以粘贴你复制的对象，并维持你想要的时间。选项2，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粘贴你的对象。选项3，你可以解开大王巨足蛛的蛛丝。进化后的技能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，以后复制的对象即使离开我的身体也不会立马消失。首先来尝试下复制蛛棒1分钟，果然离手后也没有消失。再静静等候1分钟后，蛛棒也准时消失了。我这是要发呀！只要将时间设置成1000年10000年，那不就等于不会消失了？一想到在迷宫中的收获，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有钱人了，最棒的人生在等着我。东京彩虹桥上，一辆巨大的卡车在飞驰行驶，而这俩正是运输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车辆。而负责运输的人员有摩尔格兰特，等级112级；阿瑞斯修，等级131级，职业魔法师。两人都是隶属于国际猎人协会。这里应该是这把剑展示的最后一站了吧？结束后有打算休假吗？我想在岛国迷宫中探寻一番，要是这一次你能找到就好了。
然而阿瑞斯并不领情，多管闲事可是会吃苦头的。就在这时，对讲机里传来通报声，正在通过彩虹桥迷宫，因为迷宫中的电磁波干扰，通讯大约会中断5分钟。听到这里的摩尔看向了窗外，海面上的迷宫感觉真浪漫啊。然而阿瑞斯却感到了不安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彩虹桥迷宫出入境的事务所，2名猎人正在这里负责站岗。火球，这个工作也太无聊了。然而火球不屑地瞥了一眼小田屋。你这个21级的菜鸟，靠关系获得这么轻松的工作还不满足？要知道3周之前，这里可是发生了重大变故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奇怪的东西突然滚到了脚边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一只史莱姆。小田悟连忙弯腰抱起，比迷宫中的还要可爱啊！然而火球见状脸色大变，魔物怎么会出现在迷宫外面？这时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，火球惊恐地看着后方，只见一只巨大的哥布林向着他们挥棒而来。而此刻的我依然还在猎人协会研究着自己的信息面板。由于这次迷宫攻略获得大量经验，如今的我已经快要50级了，而达到50级后，我就能组队攻略终极迷宫了。正当我沾沾自喜准备利用能力去搞钱的时候，一群猎人匆忙从我身边跑过。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，是彩虹桥迷宫发生异变，目前处于爆红状态，而且装载利西亚龙之剑的卡车就在桥上。开什么玩笑，利西亚龙之剑居然在那里！猎人协会的屋顶上，数架飞机已经待命，协会中的猎人都来到了这里，准备前往支援。这时7赖猎人站了出来，此次任务优先拯救市民，其次才是保护利西亚龙之剑。就在7赖即将登上飞机之时，看到不远处在吵吵嚷嚷的，不知发生了什么。仔细一看，没错，就是我，厚脸皮的跟了上来。7赖猎人，请让我也同行，我也想拯救更多的人，我可以帮忙引导疏散市民。而7赖看到居然是我，也是很惊讶，想到之前我不知道靠什么存活了下来，还帮助了自己的后辈，于是同意带我一起。从其他猎人那得知，彩虹桥迷宫似乎有点古怪，3周前他们刚刚平息了那里的动乱，而如今又发生异变。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奇怪，即使是崩坏的迷宫还是会再次崩坏，而每一次我们都必须阻止它，防止15年前的悲剧重演。15年前，全球同时发生灾变，国家级的灾害迷宫全都发生爆红。如果不适当的讨伐迷宫中的魔物的话，迷宫会因为饱和发生崩坏。那时许多魔物冲出迷宫来到城市中，大量市民遭受到攻击，城市瞬间变成地狱。而我就是那次灾难的幸存者，但是我却同时失去了双亲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一个异次元的超越存在出现在我面前，对我施加了复制粘贴技能的诅咒。他说诅咒是一种礼物，期限为20年，只是不知道这个期限是指技能的期限，还是我寿命的期限。而如今离这个期限还有5年。如果说那个存在的出现是因为那次全球性的大灾难，那也就是说5年后伴随着它的出现，灾难也同样会降临。如今变强的方法已经找到，如果我能成为最强的猎人，就能阻止下一次的全球灾变，同时解除自己身上的诅咒。同一时刻，彩虹桥上混乱无比，时不时的就有爆炸声传来。小田悟看着大量魔物袭击市民却无能为力，敌人太多了，我们需要更多猎人。这时身后袭来一只哥布林，小田悟转身挥刀而去，刚解决掉这只，身后又来一只偷袭的，幸好被人救下。原来是之前的火球，谢谢你，今天你已经救了我2次了，之前要不是你将我扑倒，我都已经死了。然而对方似乎很看不起小田悟，觉得他是个走关系进来的。但是小田悟心里还是默默下定决心，前辈，不管怎样我会报答你的。小子，我们必须从这里走到桥头，尽快与救援队会合。此刻在彩虹桥的中央，一只巨兽正在攻击运输卡车，居然是一只190级的巨熊。阿瑞斯，这辆卡车真的没问题吗？摩尔，我能理解你的不安，放心，我的保护魔法是最高等级的，即使是400级的魔物也别想打破我的防御。然而异变突发，整个大桥发生震动摇摆，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即使是最高等级的防御对这个也无能为力。迷宫发生崩塌，大量魔物入侵到人类社会。正当猎人不断向这边集结之时，迷宫的 BOSS 居然也出现在海面上，全员准备出击。下一秒 BOSS 对着大桥就是一发龙息，一瞬间周遭的一切都被吞没在攻击中。BOSS 面前的彩虹桥就消失了一大截，只剩下 BOSS 矗立在海面上。飞机上的我惊恐地看着这一幕，这时 BOSS 似乎发现了头顶上的飞机，张开大嘴准备发动攻击，一道巨大的龙息再次喷出，下一秒飞机就发生了爆炸，众人连忙跳下躲避。由于迷宫 BOSS 的出现，计划改变，协会全体猎人准备讨伐 BOSS。没一会，协会猎人纷纷聚集，随即7赖发动魔法，刀尖上不断冒出地狱。随着一声大喊，无数的地狱之火从刀尖喷射而出，直冲 BOSS 而去。而此刻的佐野则利用珠棒顺利着陆，现在首要目标就是卡利西亚龙之剑。佐野一路上发现了大量魔物的尸体，然而却没看到猎人。就在疑惑之时，一声大喊传来：“快逃！”只见小田悟正在拼命击杀眼前的怪物，而身后却是重伤的火球。你快走吧，不然你也会死的。然而小田悟却做不到抛弃队友。你这混蛋，你知道为什么在高等级的迷宫中会出现低级的魔物吗？因为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出现，如果你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然而已经晚了。狼妖等级15，个体等级很低，但是一般都是成群结队的出现，在一起的实力堪比高等级魔物。只见后面密密麻麻都是狼妖的身影，然而小田悟却没有后退。前辈之前保护了我，这一次就由我来守护前辈。佐野远远地看着这一幕，想起自己上次拯救后辈的场景，本想离开的脚步又停住了。此刻他们已经被狼妖包围，小田悟艰难地抵挡着。
然而魔物还是太多了。就在狼妖即将扑倒到小田雾时，佐野及时赶到，直接用身体将狼妖撞飞。你没事吧？小田雾对佐野的出现感到惊讶，然而他的惊恐却没有消失。大量的狼妖已经靠近，谢谢你的帮助，我们快跑吧！那一群狼妖即使是高等级的猎人也打不过。然而佐野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，嘴角露出微笑。这样啊，刚刚好。小田雾听到这话疑惑不已。只见佐野唤出系统面板。在一群狼妖扑向他的时候，依旧淡定自若，瞬间就淹没在狼妖群中。看到这一幕，小田雾惊恐不已。然而下一秒，无数的蛛丝将狼妖都纷纷束缚住，而狼群中浮现佐野的身影，看来效果还不错。随着蛛丝的不断收缩缠绕，一个巨大的奇观出现在两人面前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升级的系统提示音。小田雾震惊地看着这一切，那到底是什么技能？居然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么多魔物。然而现在佐野有点犯难了，如果丢下他们两人在这里，很有可能还会被魔物袭击。但是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办，不能带着2个拖油瓶，该怎么办呢？只能这样了。佐野随即拿出一个装着红色液体的瓶子，火球接过瓶子后不明所以，这是终极药水，服用后可以让你的伤势恢复。火球听到这很是惊讶，为什么将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？因为前辈的职责就是带着后辈一起回去。小田雾瞬间就被感动到了，非常感谢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恩情。而本打算立马离开的佐野，突然转头对着小田雾傻笑，那个如果你要报恩的话，能否告诉我国际猎人协会的运输车在哪个方向？我方向感有点差。这话一下子让小田雾呆住了，没想到救命恩人居然是个路痴啊！而在彩虹桥的另一边，一群神秘人正在往中央飞奔。BOSS 的出现完全是个意外，如果我们走错一步，就会满盘皆输。还有七濑和协会的那群人会优先讨伐 BOSS， 因为讨伐 BOSS 是平息迷宫的最快方法。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抢夺卡利西亚龙之剑。此刻彩虹桥的中央，魔物巨熊还在疯狂攻击。这时阿瑞斯一个昏睡魔法再次使出，巨熊倒在地上立马就睡着了。又让他睡着了吗？明明是个猎人，结果却是个非暴力主义者。就在这时，一颗圆形铁球飞射而来，幸好摩尔及时发现，一刀就将射来的铁球砍成了2半。就知道你们会来。巡回展示中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，出来吧强盗们！随即一群黑衣人从黑暗中走出，嗅觉真敏锐，真想和你切磋切磋。说着就飞身上前，摩尔连忙举刀格挡，别小看护卫的工作。说着就挥刀砍去，然而却被对方轻松躲开，并向后撤去。摩尔立马上前追击，阿瑞斯见状连忙叫住他，然而为时已晚，摩尔突然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，并伴随着鲜血的喷出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阿瑞斯连忙跑了过，那些家伙使用的毒丸，中毒后会阻断体内魔力的吸收，而毒丸明明是国际猎人协会明令禁止的物品。一向沉稳的阿瑞斯此刻也不由得暴怒，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做。说着手上魔法发动，然而却没有一丝的伤害。黑衣人嘲笑道，一个不会使用魔法的魔法师还是去死吧。说着手中就汇聚了一个大火球，就在他准备发射之时，黑衣人的脑袋就直接搬家了，攻击的居然是那头巨熊。原来刚刚的魔法是唤醒了这头魔物，黑衣人在巨熊面前显得那么的渺小。随着一声兽吼声，面前的黑衣人全被巨熊解决掉了，而领头之人见状立马逃跑。失算了，这次还是先跑为妙。解决掉黑衣人的巨熊缓缓逼近阿瑞斯他们，能再次让他睡着吗？不行了，如今我也因为毒素导致魔力被阻断。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因为你的非暴力主义吃点苦头的，没想到会是今天。是啊，但是你不一样。说着就冲了上去，手中魔法阵展开。摩尔见状连忙大喊，快回来，你会死的。强行调用魔力冲开毒素，让他痛苦难耐，果然还是不行吗？在冲到巨熊的脚下之时，魔力已经耗尽，而迎接他的是巨熊那尖锐的利爪。摩尔，对不起。我叫阿瑞斯，是一名131级的高级魔法师，然而却是个非暴力主义者，因此我的守护魔法练得登峰造极，即使高等级的魔物也无法打破我的防御。这次我和搭档负责运输传说级的剑，没想到的是不仅碰到迷宫的崩塌，还遇上了趁火打劫的强盗。由于我是非暴力主义者，所以只是被动的防御，全靠队友的反击，然而却不小心中了他们设下的毒素，因此导致我们魔力堵塞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唤醒一旁的魔物巨熊，利用巨熊将强盗打跑。然而巨熊的下一个目标却是我们，队友现在已经无力再战，为了他我冲了上去，强行调用魔力。然而在冲到巨熊面前时，魔力已经耗尽。就当巨熊的利爪攻击而来之时，阿瑞斯面前出现无数的蛛丝，瞬间捆绑住袭来的熊爪，随后缠绕至魔物全身。巨熊不断挣扎却无济于事，最终捆绑成一个粽子才结束。阿瑞斯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这正是佐野的杰作。他们3人刚好赶到这里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对于佐野3人的出现，阿瑞斯和摩尔警惕不已，以为又是来抢夺宝剑的强盗。然而不管佐野怎么解释，他们都不相信。直到小田雾拿出他的证件，我们是岛国猎人协会的猎人，负责彩虹桥迷宫出入的管理者。佐野见状再次助攻，拿出2瓶终极治疗药水。总之先将身体的伤治好再说。阿瑞斯和摩尔这才放下警惕。这时空中飞过数架飞机，太好了，又有新的支援赶来了，终于要得救了。此刻七濑猎人依旧在跟 BOSS 交战着。就在这时 BOSS 进入了第3阶段，七濑猎人立马停止攻击，小心大范围的冲击波。我们的增援已经到了，必须为市民的撤离争取时间。迷宫崩塌这样就能平息吗？七濑猎人，好久不见。来的人叫成崎降斗，等级503级，职业暗黑魔法师。七濑猎人惊讶地回头望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而成崎并不打算
解释，只是举起手中的魔法杖，魔法发动，只见 BOSS 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。七濑见状，立马叫对方停手。如果用那个魔法无法打倒他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程奇却不打算停手，如果在意这些小事的话，什么也完成不了。这次就交给我吧。黑暗闪电随着话音落下， BOSS 被恐怖的黑色闪电笼罩，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。七濑见状，连忙大喊：“大家快逃！”只见 BOSS 庞大的身躯倒下来，彩虹桥再次被冲击的左右摇摆。当混乱过后，大乔已经被摧残的面目全非。劫后余生的佐野庆幸自己活了下来，差点以为又要死了。转头看向断桥处的下方，还好大家和运输车都没有事。然而在看向另一边的时候被吓到，只见一排锋利的锯齿映入眼前，顿时吓得佐野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生怕一点动静就将这怪物吵醒。此刻程奇踏着虚空飞了过来，没想到还有幸存者，而佐野看见对方胸前的徽章也是惊讶，居然是岛国排名第3的未来公混。程奇注意到一旁被捆绑住的巨熊，只是轻轻的触碰了下蛛丝，整个蛛丝开始不断崩裂，甚至是巨熊也一并被撕裂成无数块。我看到这一幕震惊无比，随即被系统的提示音吸引，大量的升级提示出现在面前，然而却没有击杀巨熊的物品奖励。而一旁的程奇也听到了升级提示音，转头看来，这些蛛丝竟然是你这小鬼弄的。那巨熊的奖励一不小心被我拿走了，还给你吧，我可不喜欢抢别人东西。就在这时，七濑猎人也赶到了这里，看到佐野很是惊讶，立马说道：“现在赶紧离开，如果那家伙醒来，会立马暴走，进行大范围攻击。”佐野疑惑道：“为什么不趁现在打倒他？”很不幸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高等级的 BOSS 会有多个阶段，而讨伐时必须分阶段讨伐。根据 BOSS 的能力，生命力下降到1/3时，会使出必杀技，不管是狂暴化还是广域攻击，都是全范围的攻击。而现在正处于刚刚进入第3阶段 ，BOSS 会有一层屏障保护自己，不断吸收周围的魔力，这期间的任何攻击都是无效的。就在这时 ，BOSS 的眼睛突然睁开，张开大嘴，愤怒无效，竟然比预计的还早苏醒。程奇转头看下佐野，小鬼再见了，死了可别怪我。说完就和七濑一起朝 BOSS 飞奔而去，再次和 BOSS 展开了激烈的大战。佐野这时立马把大伙救了上来。各位，现在情况紧急，现在 BOSS 已经进入第3阶段，马上就要进行大范围的攻击。然而我们已经来不及逃离这里。众人听了很是惊讶，所以我必须立马拿到卡利西亚龙之剑，讨伐 BOSS。我保证过后一定归还。然而这种鬼话摩尔根本不信，虽然你救了我们2次，但是你这样低等级的猎人，即使拿到那把剑也不可能击败这个终极 BOSS， 更何况那把剑现在的状态也无法使用几次了。果然还是不行吗？就在这时，阿瑞斯开口了。我们需要大量的魔力来解开拖车的封印，然而我们现在因为强盗的毒素而无法吸收魔力，真是太好了！我在迷宫里被称为移动的魔力充电桩，因为我有一个无限魔力生成的技能。随着我的能力发动，阿瑞斯瞬间充满了魔力，运输车上的封印也随即解开。佐野见状立马跳了下去，我一定会遵守约定，保护好你们的。阿瑞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没关系的，他刚刚即使束缚住了巨熊，也没有将其击杀，这就是打动你的理由吗？女人真是难以理解的生物。跳上运输车上后，我兴奋无比，卡利亚龙之剑终于要到手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之前的强盗突然出现在背后，直接举刀刺来。佐野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已经太晚，直接被对方刺中胸膛，随即跌入车内。这宝剑最终还是被我获得了。随着强盗缓缓打开宝箱，一把漆黑的长剑赫然躺在里面。当使用者死亡，大王巨足蛛的蛛丝会随即解除。随着蛛丝的断裂，整辆运输车一头扎进了水里，不断下沉至漆黑的深海中。你确定要粘贴对象吗？正当佐野要拿去宝剑的时候，这暗杀者从后面偷袭一剑杀死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佐野可以无限复制粘贴自己。在暗杀者去拿取卡利西亚龙之剑的时候，佐野趁机复活站了起来，从背后将他一剑刺穿。我可是有恩报恩、有仇报仇的性格，这下终于拿到卡利西亚龙之剑了。佐野立马使用技能 Ctrl 加 C 复制，然而却弹出了系统警告，由于使用者的等级未到达目标的要求，所以无法复制对象。佐野难以置信地看着系统窗口，这怎么可能？按理说这把剑的等级要求是30级，如今50多级的我应该达到要求了呀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又发生了，刚刚的暗杀者居然还没死，对着佐野就是狠狠一刀，鲜血飞溅，差点给血塔公会的暗杀者抹黑。如果没有治愈技能，我早死了。宝剑再次落入暗杀者手中，很遗憾，我是那种有恩必忘、有仇必将加倍奉还的性格，这次不会再有机会了。说着就对着佐野一剑刺去。可恶，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，卡利西亚龙之剑和使用者融合在一起，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能力值吸收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然而系统提示音还未结束，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等级并吸收，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被动技能防御力正 35% 并吸收，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独特技能1吸血并吸收，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独特技能2狂暴化并吸收，完全吸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全部能力值。使用者生命降低至 25% 以下的时候，触发卡利西亚龙之剑使用者的保护模式，卡利西亚龙之剑的独特技能2狂暴化将被强制执行。此刻彩虹桥的 BOSS 即将释放必杀技，广域攻击开始了，情况糟糕透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巨大的能量从海底冒出，直接将 BOSS 全身贯穿。程奇和七濑猎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讨伐 BOSS 成功，迷宫通关。岛国猎人协会今天下午4点，由于彩虹桥迷宫的爆红，造成了重大伤亡和灾难。由于众猎人的
的帮助，迷宫很快就被平息了。大家不用露出这种表情，这次不是很顺利击杀了 BOSS 吗？但是我听说彩虹桥迷宫3个月前刚刚平息的，平息了也是有可能再次爆发的吗？给我闭嘴！你们到底是怎么管理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连续爆发的？坐在一旁的七濑猎人对这些争吵完全不感兴趣，然而麻烦自己找上来了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一般终极 BOSS 恢复需要5个月以上吧？难道是七濑猎人之前撒谎了？3个月前根本没有攻略成功。本不想搭理的七濑见对方将矛头指向自己，顿时感到气愤，直接一掌拍碎了会议桌。就在冲突即将爆发之时，猎人协会会长立马上前打圆场。我的职员失礼了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乱出风头可是会死的。见对方不依不饶，七濑开口道。俗话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即使我说再多，你也不会相信的。所以刚刚的冲击波正是3个月前我讨伐彩虹桥 BOSS 的奖励。不信你可以问问我旁边这位。还有这次爆红的原因，我会负责调查的。另外，我们也会追究这次支援迟到工会的责任。就在这时，摩尔和阿瑞斯走了进来。我们来自国际猎人协会，来此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各位：卡利西亚龙之剑被偷走了，请各位优先协助我们找回宝剑。等等，我听说在被袭击的时候，你们自己解开了运输车上的封印，那是因为接受了你们猎人的协助请求。当时在场的有大贤公会的小田务猎人和岛国猎人协会的佐野猎人。听到这的众人惊讶不已，复合会长连忙拿出手机查询，然而并没有找到佐野的任何信息。现场只有七濑知道佐野的真正身份。佐野真的偷走了宝剑吗？当然没有。此刻卡利西亚龙之剑已经被当时的暗杀者拿走，交给了幕后的老板黑崎。只要将剑拿在手上就能提升200级。常见是通过手柄上的符文来识别使用者，花了几亿来引起迷宫爆红还是值得的。就当暗杀者准备拿着钱离开之时，黑崎直接将其斩杀。知道秘密的人越少越好。卡利西亚龙之剑耐久度减2点，还剩下8点。黑崎看着手中的宝剑微笑道：要是在修好之前就坏掉了，那就不好玩了。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中那个异次元的存在再次出现，将一股神秘的力量注入进我的体内。我送给你的礼物还满意吗？约定的期限快到了。佐野从噩梦中惊醒，脖子上的印记发出淡蓝色的光芒。可恶，这个沙漏倒计时又发作了。看到佐野醒来，小田务开心不已，真怕前辈你再也醒不来了。别看那家伙这样，他可是救了你呢。当时调动了许多大贤公会的猎人来寻找你，最后在一次海岸边发现昏迷的你。对了，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小田务其实是大贤公会会长小田成的儿子。不会吧？猎人协会会长办公室，真的吗？你们亲眼看见佐野猎人被杀死了？是的，我们亲眼所见。如今他却活了过来，你难道不惊讶吗？我成为猎人后见过比这还古怪的事情，请派几名高等级的猎人协助我们追踪宝剑，那就由七濑猎人协同你们一起行动。卡利西亚龙之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的，上面刻印有能识别使用者等级的符文，我可以感知并追踪这些符文，而我感知到大概1小时之前它被使用了，在被盗取之前它的耐久度是10，如今耐久度已经下降，我们必须在它消失之前找回它。在15年前的大灾害中，阿瑞斯的母亲突然不知所踪，而如今唯一的线索就是卡利西亚龙之剑，这是阿瑞斯母亲的遗物，这是七濑目前能调查出来的信息。然而七濑笃定摩尔和阿瑞斯绝对还隐瞒着什么秘密，还有佐野猎人也是，似乎也在隐瞒着什么。这时小田城突然找上了七濑，打算回来没？大贤公会随时欢迎你回来。然而七濑却说道，大型公会应该成立个公司负责管理，而不是一味着去地下城赚钱。今天的彩虹桥爆红事件，一旦让我发现是管理上的疏忽，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。这就是你不回来的理由吗？协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处理。父亲，算了算了，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想做的事。此刻在中央医院，佐野独自一人坐在天台上查看着自己的信息面板。佐野摇斗，等级76+200级，技能熟练度2级，职业熟练度9级。虽然我无法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本体，但是他的能力好像全部被我吸收了，尤其是狂暴化，简直太强了。狂暴化，使用者的所有能力值和等级翻倍，持续时间1分钟，冷却时间1天。发动条件：使用者的血量低于25%以下的时候强制发动。当时还直接砍死了一头400多级的 BOSS， 讨伐 BOSS 成功，获得攻略迷宫的奖励，获得 BOSS 的技能冲击波 Ctrl+C 技能进化，技能冲击波被吸收转变为固有震动和固有波动2个技能。大王巨足蛛的蛛丝等级提升至 LV2， 当你使用大王巨足蛛的时候，可以同时使用固有波动和吸血2个技能。如今我的复制粘贴技能进化成可以吸收和融合，简直太棒了。电梯里佐野独自一人在那里傻笑，这位叔叔是不是发病了？还有固有震动刚刚试了一下，简直太厉害了。一想到这不由得露出诡异的笑容，吓得电梯里的其他人瑟瑟发抖。叔叔他发病的样子好吓人啊！就在佐野离开电梯之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吸引住了他。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不是说危险的时候马上逃跑吗？我在一旁悄悄地靠近，疑惑地想着，七濑猎人这是来医院看望谁呢？姐姐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什么？七濑猎人居然和小田屋是姐弟关系？佐野震惊得无以复加。在两姐弟聊了几句后，七濑猎人开始询问佐野的位置。远处的佐野听到立马躲了起来。难道我盗用猎人协会的名义去偷剑被发现了？趁没人发现我赶紧溜，然而却被摩尔逮个正着。小偷，你往哪里跑？
看来是跑不掉了。摩尔用力抓住佐野的衣领，重重地推倒在墙壁上。你居然敢骗我是猎人协会的人！不管佐野如何解释，摩尔也不再相信。我们明明看到你被杀了，结果现在却活蹦乱跳的，还说不是和那群强盗是一伙的。说着就拔出长刀准备发动剑技。阿瑞斯见状连忙上前阻止，然而摩尔此刻已经失去了理智，提刀对着佐野刺去。就在即将刺中佐野之时 ，Ctrl 加 C 固有震动技能发动，手指间顿时发出丝丝光芒，与刀尖触碰的一瞬间，整把长刀就像玻璃般碎裂开来。摩尔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长刀瞬间破碎，而此刻姐弟二人被这边的动静吸引，刚好看到了刚刚的那一幕。刚刚那个是彩虹桥 BOSS 的技能冲击波，难道 BOSS 是他击杀的？只要我按下 Ctrl 加 Z 就能将一切物体还原。破破烂烂的熊娃娃没关系 ，Ctrl 加 Z 一下，一个崭新的布娃娃就回来了。15年前，全球同时发生灾变，大量魔物冲出迷宫来到城市中，许多市民遭受到攻击，城市瞬间变成地狱。我在废墟中遇到了一个异次元的存在，他赋予了我一项特殊的能力。开始我以为是我作为猎人觉醒的，只是获得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技能 Ctrl 加 Z。你要还原对象吗？跟电脑操作一样，可以将任何物体恢复原样，例如复原身上的伤口。我利用这个能力将很多废品还原，也因此挣了一些钱。当然，偶尔我也会充当下治疗师，帮人修复伤口。然而我却不满足这挣钱的速度，我需要钱，需要大量的金钱，因为我的父母在那场大灾难中陷入昏迷。我试图用技能将他们状态恢复灾变前的样子，然而使用技能需要大量魔力，我在没有魔力的情况下只能复原轻伤，只有猎人才能自主吸收魔力。为了得到魔力，我加入了猎人小队，负责他们的后勤工作，有时也充当他们的治疗师。作为一个没有觉醒的普通人，就像手无寸铁的来到狮子面前一样，总是与危险相伴，而我只是为了得到一份魔力。就算这样，还是常常会遭到来自同伴的嘲笑。在一次迷宫攻略中，我们的队伍遭到毁灭性打击，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我狗活了下来。看着身旁奄奄一息的队友，我不但没去治疗他，还将周围队友掉落的装备收集起来。我受够了这样的日子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男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听说你需要魔力，跟我签订契约吧。我叫黑崎巧。就这样，有田沙良被他带走，后来成为偶像组合 IF 的成员。真羡慕你一日三餐都可以吃这么多好吃的，身材还能保持原样，真是人生幸事啊！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你，明明眼前就有一个快要死的家伙，而你却只顾着盗取他们身上的装备。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是同类，为了避免误会，我事先声明，只要这个契约还在，你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干涉。那你这次为什么要我一同前往迷宫？黑崎拿出卡利西亚龙之剑说道，为了修复它，而想要使用你的能力使它复原，则需要大量的魔力。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让你去迷宫了。听到这话，有田沙良非常激动，难道说无限生成道具就在那个迷宫里？是的，我们找到了。虽然说我们的契约是尽可能的不让你前往迷宫，但这一次必须要你和我一起去才行，而且是最后一次了。主角一行人根据阿瑞斯的感应找到了之前宝剑使用的地方，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。话说只能等对方使用了卡利西亚龙之剑，你才能感应到对方所在位置吗？如果这样下去，宝剑的耐久度就没了。对了，我记得那个暗杀者说过自己是血塔公会的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公会，可能是某些隐藏的黑暗公会。我知道一个人肯定知道这些情报。很快，众人来到未来公会总部，原来七濑说的人居然是程奇。虽然未来公会口碑不怎么样，但作为国内第2大公会，在迷宫攻略的管理和情报上可是世界一流水平。程奇降斗办公室中，根据未来公会的调查得知，血塔公会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，他们最近似乎盯上了石像鬼的雪山的迷宫。这个迷宫是15年前被发现的，至今为止都没有被攻略成功。据资料统计，该迷宫在最难缠迷宫中排名第1，攻略小组只有2次，收集小组只有1次，而其中有个隐藏 BOSS 巨人石像鬼。据说击败这个 BOSS 会得到一个隐藏奖励巨人的心脏，又叫做无限生成。无限生成吗？虽然我不需要，但确实是个很厉害的道具。还有这和卡利西亚龙之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是想用宝剑讨伐迷宫 BOSS？ 而为了攻略这个迷宫，他们在暗网上秘密招募石像鬼的雪山攻略小组，招募人员30人，等级90级以上，招募者血塔公会。他们的行径极其恶劣，频繁暗中对迷宫探险小队进行暗杀和掠夺道具。这是一个充满黑暗的公会。这时七濑上前问道，既然你们已经得到了巨人心脏的下落，所以你是打算组队去攻略石像鬼的雪山吗？我们必须马上前往。程奇，你有马上能动员到的攻略组吗？可恶，我怎么就被那女人带跑了呢？就这样，程奇十分不情愿，带着他的攻略组来到了雪山上。当然，其中还有佐野他们。石像鬼的雪山，摇滚的巨人，等级40级，攻击力低，但个体数量多，只要不破坏核心就能无限再生。为了获得巨人的心脏，血塔公会和未来公会都同时来到了石像鬼的雪山中。一边是拥有 Ctrl 加 Z 的偶像少女，另一边则是 Ctrl 加 C 和 Ctrl 加 V 的不死小强。这里的魔物虽然等级不高，但只要核心未被破坏，它们就能无限重生。再加上它们数量庞大，因此极为棘手。这种鬼地方我就不想来。只见程奇举起手中的魔法杖，随即大量的石像鬼腾飞而起。随着黑暗魔法的再次发动，空中的石像鬼迅速向中心汇聚，爆炸吧！下一秒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石像鬼瞬间化成了碎块。干完这一切，转头
对着身后的队友道：“记得把掉落下来的核心破坏掉。”未来公会的猎人瞬间变得轻松无比，有队长在，真是太简单了。就这样，成奇靠着他的黑暗魔法，不断清扫这里的魔物。佐野在远处目睹这一切，不禁感到无言以对。之前他还那么抗拒，现在却成了最有积极性的人。根据阿瑞斯的调查发现，这个迷宫应该属于归纳式迷宫。迷宫一般是用区来划分的，对于普通迷宫来说，只要你熟悉路线，完全可以绕开部分区域，直接挑战最终 BOSS。但是在归纳式的迷宫中，必须按顺序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攻略。如果中途攻略失败，隐藏的区域就不会出现。所以我们必须击败这里一定数量的石像鬼 BOSS 才会出现，在之后隐藏区域才会出现。而且我们必须要快。如果击败 BOSS 的奖励是进入隐藏区域的钥匙，那么我们必须要比血塔公会先一步拿到才行。而对于佐野来说，他才不管什么隐藏 BOSS， 他来这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帮助阿瑞斯拿回卡利西亚龙之剑。Ctrl 加 V， 使用大王巨族蛛的蛛丝，瞬间无数蛛丝缠绕住石像鬼。Ctrl 加 V， 随着蛛丝的使用，固有波动随之发动，瞬间将石像鬼碾成碎片，顺便摆出帅气的造型。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。阿瑞斯这边则是使出冰冻魔法，一下子将前方的石像鬼全部冻结住，配合上摩尔的斩击，轻松解决掉这些魔物。然而石像鬼实在过于难缠，还是有几名猎人不敌，被狠狠击中。还好七濑及时赶到，一刀将其手臂砍断，然后举起手掌蓄力，对着石像鬼就是一发冲击波，瞬间将其轰成了粉碎。转头询问刚刚的几位猎人有没有受伤，然而却在其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小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人正是七濑的弟弟小田屋。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是作为佐野前辈的正式成员前来支援的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原来在得知佐野要求攻略迷宫时，小田屋为了能够一同前往，就躺在地上撒娇打滚。我不管，我也要去。佐野前辈，你一个人的话，万一又迷路了该怎么办？我可以帮你带路。佐野对此也很是无奈，最终只好答应了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只能作为我小队的成员一同前往。听到这的七濑头都大了，两个低级猎人组成的菜鸟小队，这是闹哪样？然而小田屋却很维护佐野，别小看佐野前辈，我可是亲眼看到佐野前辈将彩虹桥迷宫的 BOSS 砍成了2半。回想起这几天的种种迹象表明，确实有这种可能，但是他到底如何做到的呢？而在迷宫的另一边，血塔公会这边也在快速清扫石像鬼，黑崎和有田沙良却正在附近的洞口悠闲的休息。这种清扫杂鱼的工作我们根本不需要参与，只要使用隐身技能隐藏在攻略小组中就好了。虽然隐身技能很方便，但是要小心一些高级猎人，他们的感知往往很敏锐。说着看向有田沙良，魔力吸收的怎样了？这可是高级的魔力传送机，价格十分昂贵，必须打倒100只低级魔物才能将其装满。在之前的彩虹桥迷宫中，我可是用了10个才将其转变成爆红状态的。要恢复卡利西亚龙之剑，大概需要其2倍的量。你是想恢复这把剑，用它打败这里的隐藏 BOSS？ 据我了解，在这个隐藏迷宫中有一个很强大的结界，而唯一能打破这个结界的方法就是卡利西亚龙之剑。我很好奇，这种情报你是哪里得知的？然而黑崎并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只要把我想要的东西复原就好，不要太在意细节。你的眼神好吓人啊！只要这个契约还在，黑崎做什么我都无所谓，只要能获得无限生成的道具，获得足以复原父母所需要的魔力，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就在佐野他们打倒200只左右的石像鬼时，异变发生了。只见地面开始裂开，无数的石像鬼碎石朝着前方飞去。黑暗中，一只恐怖的怪物正盯着我们。诉求道：石像鬼雪山的 BOSS 等级150，直接 BOSS 伸出巨手向着众人抓去。可恶，这 BOSS 也太大了吧！就在这时，成奇站了出来，对着 BOSS 就是一发黑暗魔法，瞬间就将 BOSS 击成粉碎。老大就是厉害，仅仅一击就结束了。然而下一秒 BOSS 的核心浮现，快速落到了之前石像鬼的残骸处，周围的残骸开始不断向中心聚集，而在旁边的2名猎人吓得僵在原地。这时 BOSS 已经基本复原，糟糕！成奇连忙再次使出黑魔法将其击死。然而核心还是完好无损。就在这时，佐野抓住机会，直接对着核心使用大王巨族蛛的蛛丝。只见无数蛛丝缠绕向核心，然而速度和强度都太弱，根本无法阻止 BOSS 复原。而此刻面前的 BOSS 似乎更加强大了。可恶，每次复原都会将周围的石像鬼的残骸吸收，必须快点想个办法。就在这时，希濑挥枪使用地狱直冲 BOSS 而去，然而却没有任何效果。可恶，无法将其核心融化。我就知道，别以为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就很厉害。这次迷宫讨伐最难缠的还是中间这个 BOSS。要触发 BOSS 出现的条件是要击败一定数量的石像鬼，然而 BOSS 还可以依靠石像鬼的残骸来修复自己，这就是归纳式迷宫的可怕之处。如果是普通猎人小队，早已经被打得落荒而逃或者全军覆没，这都可以和一般迷宫的终极 BOSS 媲美了。那么打倒他的方法有2种，一种就是破坏核心，另一种就是融化所有石像鬼的残骸。然而这个工程量也是巨大的。这几击下来，七濑已经满头大汗了，而 BOSS 却在他的身后再次重生。七濑连忙转身，凭借着意志再次使用地狱虎，
将其残骸彻底融化。一旁的佐野着急地看着这一切，如果使用卡利西亚龙之剑，肯定能顺利解决，但是这会被阿瑞斯他们发现。就在这时，佐野想到了什么，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之前获取到的道具。巨熊的角，技能1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掌握任何物体，技能2可以进入任何物体并对其造成伤害。佐野立马使用 Control 加 V 吸收，获得技能1。如果和蛛丝一起使用，蛛丝将会更加牢固。技能2进入目标体内，吸收 15% 的血量和魔力。佐野立马冲向 BOSS， 这下有戏了。而此刻七濑还在融化石像鬼的残骸，就算七濑猎人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无限制的使用地狱火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可能就危险了。糟糕，已经到极限了。BOSS 直接伸出巨手向着七濑抓去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无数蛛丝缠绕而来，直至将 BOSS 捆成了一个木乃伊。幸好赶上了，众人都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幕。而佐野着急的找到成奇，要求再攻击一次，由我来阻止核心的移动。成奇也不拖沓，连忙发动黑暗魔法。BOSS 再次被击成粉碎，核心浮现的瞬间，无数蛛丝就缠绕而来，立马将其死死包围在其中，阻断了核心和残骸的接触。成功了！成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居然可以用低级的道具困住了高级 BOSS。众人见状欢呼不已。而在战场的不远处，黑崎和有田沙良本想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利，然而佐野的蛛丝打破了他们的计划，终止收集魔力，计划提前，准备实施作战行动。随即周围隐藏的血塔公会猎人都开始行动起来，因为那个奇怪的家伙，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如今夺取核心钥匙变得很麻烦，只能我亲自出手了。经过大家的配合，终于将 BOSS 的核心封印住了。就当佐野询问该谁来破坏核心之时，大家一致表示是你捕捉到的，理应由你来破坏它。佐野听完也不推脱，毕竟现在他很需要这份奖励。成功讨伐移动的石像鬼，瞬间无数道升级提示音响起。你破坏了移动石像鬼的核心，你获得了奖励。关闭心脏的钥匙，你可以打开封印巨人心脏的暗门。通往隐藏区域的钥匙瞬间到手。佐野摇动，等级85+200级，技能熟练度5级，职业熟练度10级，太爽了！如果加上宝剑的效果，如今我都有285级，就差一点就到高级猎人300级的范围。成奇在后面看得莫名其妙，不就是85级小菜鸟吗？有啥好高兴的？刚刚是谁辅助菜鸟抓住 BOSS 了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一个高级猎人给一个菜鸟当辅助，你绝对是看错了。就在这时，地面上突然冒出巨大的黑色柱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只见周围出现了大量相同的黑色柱子，仔细观察会发现柱子上写满了神秘的符号。所有人快离开这里！然而为时已晚。由石柱围成的区域发生了巨大的爆炸，周围的所有猎人都被卷入其中。爆炸过后，未来公会的猎人死伤惨重。这时从烟尘中走来一个身影，这世界果然是没有金钱做不到的事情，只要舍弃所谓的良心，胜利将变得如此简单。找到你了！解除大王巨族蛛的蛛丝，佐野立马从中飞出，看着眼前的面具人拿着卡利西亚龙之剑，立马举剑冲去，将剑交出来。然而却是以卵击石。你很聪明，不仅利用蛛丝打败了 BOSS， 还成功抵御住了爆炸的冲击。我的计划全被你打乱了。说着就用宝剑对着佐野砍去。混蛋！附近的七濑着急地看着这一幕，顿时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举起长枪使出了他最强技能地狱的导火线。这时阿瑞斯发现异常，连忙想要阻止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一股的地狱之火直冲黑崎而去。烟尘过后，没想到受到重伤的却是七濑。成奇见状着急的大喊，快使用回复技能！阿瑞斯连忙出来制止了这行为。成奇大师不可以使用魔法。刚刚爆炸的同时，空气中弥漫着有毒气体，导致我们无法正常吸收魔力，这是血塔公会的惯用伎俩。这时地面上不断冒出黑色液体，黑崎竟然完好无损的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这不可能，竟然是影子移动，那家伙居然会使用隐秘系中最高级的技能。黑崎再次来到奄奄一息的佐野面前，只见 BOSS 的钥匙掉落在一旁。当将钥匙拿起来之时，关闭心脏的钥匙转移到持有者身上，目标达成。黑崎顿时被激怒，交出来，不然我绝对会杀了你！真是可笑，夺走长剑的家伙居然是你这样的人渣！说着就悄悄地使用技能蛛丝，不断缠绕向黑崎，直至将其完全覆盖在其中。使用大王巨族蛛的蛛丝触发巨熊所炼的技能，下一秒全部蛛丝长出一排排锋利的尖刺，不断缠绕在一起，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蒜头。这就是抢走我宝剑的后果。然而当蛛丝解除后，佐野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。这时黑崎从佐野的身后冒出，是我着急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技能，要不是里面也有影子的话，我就真的死了。说着就打算给佐野致命一击。你知道我的绰号吗？以前大家都叫我移动的魔力充电桩，虽然是第一次这么使用，但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这就是你的遗言了吗？再见了。就在这时，成奇感受到有源源不断的魔力汇聚在体内，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这样刚刚好，就让我来终结血塔公会吧。瞬间空中凝聚成一个巨大的光球，黑崎见状疑惑不已，竟然是成奇的广域魔法，他到底哪来的魔力释放这么大范围的魔法？我的影子移动被克制了，逃不掉了吗？这可不妙啊，那只能这样了。沙良，就是现在！收到！顿时有田沙良周围的箱子全部开
开启，无数魔力从箱子中飞出，在空中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魔力球。Ctrl 加 Z 将石像鬼雪山的迷宫还原成初始化状态。突然，整个雪山开始狂风四起，瞬间就完全覆盖在可怖的气流中。幸好成奇张开了结界，将众人保护在其中。随着气流的肆虐，石像鬼的残骸开始不断汇聚，最后拼接在了一起，他们又复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迷宫被初始化？只见密密麻麻的石像鬼再次袭来。可恶啊！四周还残留着妨碍吸收魔力的毒气，我必须用屏障保护大家。但是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对付石像，一直待在屏障中也只是在自取灭亡。正当成奇犯难的时候，七濑站了出来，直接对着石像鬼就是一记猛烈的地狱火。成奇很是惊讶，七濑猎人你怎么还可以使用魔力？你刚刚没听见佐野猎人的话吗？移动的魔力充电桩可以无限生成魔力分给同伴，据说这是佐野猎人的固有技能。这不可能，能做到这种事的只可能是法师系的猎人，而佐野根本不是。像我和七濑猎人这样的超高级猎人，发动技能都需要大量的魔力，而且不仅仅是我，在场的全部成员魔力都被他瞬间充满，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无限生成魔力的技能。如果是真的话，那我们与其寻找巨人的心脏，还不如直接邀请佐野加入我们的工会。没想到血塔工会可以将迷宫初始化，那这样就能解释彩虹桥迷宫为何短时间内会连续暴动。眼前的问题是这种能力对方可以使用几次？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不能再使用了。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隐藏迷宫，肯定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藏条件，他们肯定做了某种事情，这样一来隐藏迷宫出现的概率就是100%。但是有点奇怪，比起最初的雪山，现在的石像鬼确实少了很多。不管怎样，得赶紧解决这些家伙，追上血塔工会。还有佐野猎人他现在怎样了？但愿他能活下来。而此刻在雪山的一个角落，佐野从蛛丝球中钻了出来，那个该死的混蛋竟然在最后时刻使用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能力，幸好在关键时刻我利用蛛丝将自己包裹起来，差一点点就完蛋了。但是托他的福，我已经知道引出宝剑力量的方法了。话说回来，这里白茫茫的一片，我该往哪里走？与此同时，岛国的猎人协会，小田会长不用太担心了，未来工会的成奇会长也跟他们在一起呢，跟血塔工会扯上关系都是个大麻烦。关于那家伙的情报还是太少了。我们刚刚收到了一条消息，血塔工会似乎跟明星球场工会有关联。怎么可能？你确定说的是那个世界性猎人工会明星球场？那个迷宫是15年前大灾难中迷宫暴乱的其中之一，那时候爬出来的石像鬼比地狱的恶魔还可怕。当时将他们封印起来的是世界最强法师之一的西园智花猎人。如果当时没有西园猎人的牺牲，后果难以想象。被封印在隐藏迷宫中的巨人心脏，如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。明星球场工会和血塔工会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群家伙，他们联手起来也不奇怪。还有国际猎人协会的阿瑞斯，就是西园猎人的女儿。这次似乎是想要查清楚他母亲死亡的真相，但是西园猎人好像还没被认定为死亡吧？你说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说还有存活的可能？5年前从这个迷宫中走出一位生还者，他说好像看见了西园猎人的身影，其他2人顿时惊讶不已。有趣的是，那个隐藏迷宫有好几个。就在这时，有人闯了进来，会长，不得了了，迷宫爆红了！来人立马打开电视，只见电视里混乱无比，市中心突然发生了迷宫爆发，如今大量市民正在逃难，而出现的魔物居然是雪山的石像鬼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而在雪山的深处，血塔工会的众人正在不断向着深处前进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黑崎先生受伤，接下来的攻略没问题吗？这个不是你该担心的。很快众人就来到了石像鬼雪山的隐藏迷宫，这个是最高级别的潜行技能水晶，你将它学会了，我要派你执行一个重要任务，你要做的就是用这个潜行技能追踪敌人，有什么重要发现到时候马上向我汇报。而此刻血塔工会的众人已经找到了隐藏迷宫，小田雾利用潜行技能在后方尾随着，这就是隐藏区域了吗？只见血塔工会的人员来到迷宫洞口，然而却被一股无形的墙壁所阻挡。老板，这里好像过不去，我们被挡住了。明星球场工会不愧是世界级的大工会，提供的情报完全正确，这里就是15年前最强的魔法师猎人西园智花的杰作，在隐藏迷宫中封印着巨人的心脏，所有人准备打破封印，不要放松警惕。血塔工会众人立马四散开来，准备部署。有田开始准备恢复宝剑。就在这时，黑崎似乎发现了有人跟踪他们，真是个无知的人，竟敢潜行追击血塔工会。小田雾听到这话惊恐不已，难道被发现了？我还不想死啊！只见下一秒，黑崎直接举剑劈下，而在雪上的另一边，一只可爱的小石头正在狩猎。雪山的狂暴兔栖息在隐藏迷宫附近，等级30级，经常因为饥饿而狂暴，将其击败后会掉落魔法石，只是一击就将其杀死。随即就掉落了一颗红色的魔法石，小石头立马上前将其捡起，然后撒腿就跑，很快就来到了他的主人面前。没想到的是，他的主人居然是我们的主角佐野遥斗，干得不错，将它吃了吧。听到佐野的话，小石头立马将魔法石丢进嘴里，开始咀嚼起来。原来这个小石头居然是之前爆核心生成的，移动石像鬼的核心，给它注入魔力就会生成一个石像鬼。技能1，能随
心生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等级技能2能变成铠甲保护主人。等级1技能3能跟生成的石像鬼共享感官，包含视觉、听觉。等级越高，共享距离越远。佐野一脸得意地看着手中的核心，这简直太棒了！一个核心就是一个石像鬼，如果将其复制很多的话，那岂不是我一个人就能组成一个军队？也就是说，我以后可以单独攻略迷宫了。雪山的石像鬼，当升级到10级后可以自由变化形状，并且可以与之共享感官。就在这时，小石头突然发觉到有人靠近，飞速冲向来人，没想到来的人居然是小田屋。小田屋看见佐野，激动地抱了过来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佐野得知血塔公会已经找到隐藏迷宫后，立马出发。当时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被他们发现，没想到发现的是另外一个前行者，大概率是未来公会的成员。顺便说下，有个女孩跟他们在一起，她好像负责收集大量魔力，然后开始用他们做某种仪式。迷宫初始化就是她干的，我想过上去阻止她，但是当时我害怕极了。对不起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对了，那个女孩看上去很眼熟，感觉以前在哪里见过她。话说刚刚我就一直想问，那东西一直跟着我们没问题吗？忘了跟你介绍下，她是我的小跟班，这也太可爱了。没想到佐野前辈还是使魔操控者。很快他们就来到目的地，隐藏迷宫就在桥对面。佐野知道凭借他们两个很难对付黑塔公会的人。小田屋，你去将七濑和成崎他们带过来，我在这里负责监视他们。小田屋顿时感到失落，这么快就又要跟佐野前辈分开了。为了确保安全，佐野将移动石像鬼的核心送给了小田屋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你的小弟了。别看他这样子，战斗起来可是很强的。小田屋顿时被感动得稀里哗啦，这么贵重的东西真的可以给我吗？其实也没多贵重，我这里有无限多个。就这样，小田屋拿着核心带着小石头出发了。看着对方离去，佐野立马拿出新粘贴的核心，准备生成一个全新的石像鬼，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外貌。很快，一只鸟形石像鬼就完成了。通过与石像鬼的感官共享，佐野清晰地看到了黑崎他们。只见有田沙良拿着卡利西亚龙之剑，周围的收集箱不断喷出大量的魔力 ，Ctrl 加 Z 恢复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耐久度，而此刻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耐久度为6%。只见数字不断发生变化，直至变成了100%，已经成功恢复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耐久度。技能的使用瞬间将有田沙良的体力耗尽，已经可以了。黑崎见状，兴奋地拿起地上的宝剑，终于可以尽情地使用了。佐野难以置信自己所看到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宝剑的耐久度居然也能恢复，难道他跟我一样是被诅咒的能力者？从目前信息来看，他的能力是 Ctrl 加 Z 能将一切事物复原。这技能我能复制过来吗？实际上我是可以复制技能的，但是一般都会有很多限制，导致即使复制了也很难使用出来。佐野看着有田沙良，暗暗下定决心，我得先跟他联盟才行。此刻黑崎拿着宝剑准备将封印破坏，只见他用剑尖缓缓刺入结界，顿时封印的锁链不断发出碰撞声。下一秒，黑崎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。如果没有明星球场工会提供的信息，即使有这把钥匙也无法突破屏障。说着就将宝剑插入魔法阵中心位置。唯一能破解这个封印的就是这把宝剑。这里的封印是15年前西原猎人的杰作，而卡利西亚龙之剑最初的主人正是她的丈夫。西原猎人设置了一道只有她丈夫的长剑才能打破的屏障。她的丈夫叫弗雷德里克修，世界最伟大的剑术大师。只见黑崎将宝剑旋转90度，顿时魔法阵开始发生变化，耀眼的白光从中心不断扩散开来。风中佐野的石像鬼却被这股力量给崩碎了。该死的，居然无法承受这股力量。渐渐的，屏障之力开始退散，直至最后消散开来，露出隐藏迷宫的真正入口。石像鬼雪山的隐藏迷宫终于在15年后的今天重新出现了。是时候寻找我们此行的真正目标——巨人的心脏。见到对方已经进入，佐野开始犯难了，是自己孤身一人跟踪进去，还是等援军前来？而在意大利南部的 S 级迷宫中，遍地都是残肢断臂，只有一个男人完好无损地站立在一旁。你的目标不是只有我吗？为什么要将他们全杀死？如果只是干掉你，我就会变成杀人犯；但是如果将所有人都干掉，只会被认为是一场迷宫事故。下一秒，地上的男人就消失在血泊中。Ctrl 加 A， 当使用该技能的人死亡后，技能将被转移给下一个可以使用它的人。就这样，男人通过杀死对方，获得对方身上的诅咒之力。顿时，脖子处传来一股刺痛，男人的脖子处居然拥有3个沙漏印记，而红色明显是刚刚生成的。男子顿时感受到自己新获得的力量 ，Ctrl 加 A， 全部选中。顿时，现场的残肢断臂上方全都浮现出一个蓝色的倒三角形 ，Ctrl 加 X， 切割所选的目标。下一秒，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虚空，将其周围的一切全部吞噬。这时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名妖精男子，看来你的技能又进化了呢。比起一个一个的擦掉，如今范围显然扩大了许多。为了盗取诅咒技能，必须杀死对方，这让我很困扰。然而最让我火大的是，即使让我掌握了这项技能，它也不会进化。很遗憾，这是获得对方诅咒之力的唯一方法，除非你获得了 Ctrl 加 C。我们找了他10多年了，然而却没有一点消息。我都怀疑 Ctrl 加 C 是否真的存在。相信我，他确实存在我们的维度世界中，而且 Ctrl 加 F 的那家伙不是正在寻找吗？相信很快就有消息了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目前已知 Ctrl 加 Z 在血塔公会中，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突破了西原猎人设下的屏障。Ctrl 加 Z 很重要，但是你必须确保获得巨人的心脏，这是非常关键的道具，它能确保你在使用诅咒之力的时候充分发挥出其潜能。而在隐藏迷宫中，众人再次集结于此，共同探索
完全没有发现敌人的身影。他们明明进来也没多久，而且一个魔物都没发现，必须加快脚步，一定要追上他们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小田雾脚下突然发出耀眼光芒，糟糕，是魔法阵！下一秒，魔法阵中的众人就消失了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佐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面前不见了。七濑和佐野着急地跑了上去，只见地面上亮起一个巨大的魔法阵，随着一道耀眼的亮光，众人瞬间也被传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但是却没有发现小田雾和成奇的身影。怎么会没看见他们？我们明明在第一时间跟进来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巨大魔物从天而降，就当佐野即将被吞没之时，身后的七濑立马冲了上去，对着魔物就是一刀挥去，瞬间就将其脑袋砍了下来，就这样成功化解了一次危机。为什么这里会出现恐龙类型的魔物？感觉我们被传送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这可能是一个多维迷宫，这不可能。我听说在15年前的大灾难中，多维迷宫全部都被摧毁，但是你又该如何解释眼前的情况呢？传送魔法阵就是多维迷宫的重要标志，它可以使不同维度迷宫产生链接，一旦魔法阵被激活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就会打开。这难道就是西园猎人封印此处的原因？也就是说，小田雾和成奇很有可能被传送到另一个世界。那么我们想要跟他们会合的话，只能攻略迷宫，之后一定会到达巨人心脏所在地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而此刻在迷宫外面的市中心，由于迷宫爆红导致大量的石像鬼在市区不断破坏，市民都纷纷开始逃命，只有猎人能够勉强抵挡住。但是只要不破坏核心，石像鬼就可以无限复活。而由于现实和迷宫中的魔力密度不同，魔法师很难在这释放大型魔法，导致战力严重不足。该死的佐野，现在需要他的时候居然不在，要是有他的无限魔力生成的技能，战斗就简单多了。就在光头战士危险时刻，一刀剑光划过，一名黄发男子一刀就将石像鬼劈成了两半。而男子之所以救下那名战士，是因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你们之前说的无限魔力生成是怎么回事？光头战士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就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了黄发男子。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技能，难道会是他吗？就在这时，两股巨大的魔力出现在协会大楼的楼顶上，居然是岛国的最强两大工会的会长。只见巨大的石像鬼朝着他们方向而去，看来只能靠我们了，再不出手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。随即竹内刚就跳了下去，顺便发动了技能十之铠甲。竹内刚瞬间就被石头覆盖全身，一声巨响过后，便身后的竹内刚从烟尘中走了出来。这时石像鬼已经来到了面前，接着就势如破竹的向前冲去，而小田城也开始发力，一道魔法轰击而去，为竹内刚开辟出一条道路出来，让其顺利的来到了 BOSS 面前。只见 BOSS 对着竹内刚挥出巨大的拳头，而竹内刚不但没有躲避，还举起拳头迎了上去。BOSS 的身体逐渐开裂，下一秒就化成了碎片，露出红色的核心。我不会让那个老头把 BOSS 占为己有的。说完就将核心捏成了粉碎，成功平息了迷宫的暴动。在他们还在为此欢呼之时，之前的黄发男子已经收集到了情报 Control 加 F， 目标竹内刚不会使用 Control 键，不愧是岛国排名第一的工会会长，只花了几分钟就将迷宫平息了。即使他不会 Control 键，但也收集到了有用的信息。我记得 Control 加 Z 现在应该还在迷宫中吧，希望他别死在了里面。迷宫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，里面站着一排巨大的雕像。为了获得巨人的心脏，血塔工会的众人来到了隐藏迷宫深处，没想到居然出现密密麻麻的丧尸，可惜在传说之剑面前都是小渣渣。黑崎只是简单挥出一剑，就将其全部消灭了。魔物已被清空，现在移动到巨人傀儡心脏的 BOSS 房间，随即众人脚下升起耀眼的白光，下一秒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石门面前。黑崎立马拿出之前抢夺到的关键钥匙，插入大门的锁孔中，随着大门的打开，众人也走了进来。只见房间墙壁周围站着一排巨大的雕像，并未发现 BOSS 的踪迹。然而只有有田沙良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威压，让他喘不上气。难道是因为我不是猎人的原因吗？就在其中一个成员还在疑惑之时，他就被一个巨大的巴掌拍成了肉泥。其中一个雕像来到了他们面前，该死，这雕像会动，大家小心！然而已经太迟了，周围的雕像都已经包围过来，将血塔工会的众人团团围住。有田沙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动弹不得，顿时让黑崎气愤不已。你还愣在那里干嘛？赶紧使用复原技能将地上的同伴救回来！有田沙良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队伍里的奶妈，立马冲了过去，拿出背包里面之前收集的魔力装置，然而却惊讶地发现魔力正在泄露。这怎么可能？即使是高级法师也无法打破这些魔力装置上的封印，而且为什么所有的魔力都流向同一个方向？血塔工会众人已经与雕像交战到了一起，然而却明显感到不敌。黑崎连忙叫队友使用地雷对付他们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前行技能和地雷都无法正常激活。只是一会的功夫，血塔工会的其他成员已经全部陨落。开什么玩笑？怎么会是这样？你们这些该死的石头！黑崎举起长剑，打算使用宝剑的技能，使用者没有足够魔力释放卡利西亚龙之剑的技能，提示声顿时让他傻眼了。就在黑崎还在疑惑不已时，石像的攻击已经到来了。而此刻另一边，有田沙良根据魔力的流动来到了一个平台上，只见所有的魔力都被中央的立方体吸收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在有田沙良用手触碰的瞬间，一颗巨大的红宝石心脏展现出来。这难道就是巨人的心脏吗？但是为什么它是在吸收魔力，而不是释放魔力？就在这时，巨人的心脏突然起了反应。有田沙良见状不妙，赶紧转头就跑，然而还是晚了。
只见心脏处射出一道红色的光束，直接将他从腰部贯穿，痛苦的摔倒在地上。而这时候雕像也走了过来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黑崎利用影子移动及时赶到，替有田沙良挡住了这次攻击。随即立马拿出一瓶高级治疗药水，将其洒在他的伤口处，然后抱起他，打算先离开这里再说。然而这时候却响起了提示声，巨人的心脏已经被激活，现在开始准备 BOSS 战。随即大门开始缓缓关闭，吓得黑崎立马发动影子移动。使用者没有足够魔力来发动影子移动技能，这是在开什么玩笑？我的魔力怎么会不见了？这如果没有逃出去就死定了。然而照这个速度，他们两个人都会被留在这里。该死的，没办法了。只见黑崎用力抓起有天沙良，对着出口处用力甩去。为什么选择救我？只要你活着就能将一切复原，不是吗？你个白痴！我不是猎人，你让我去哪里找这庞大的魔力？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见佐野出现在面前，居然是这家伙。他好像能将魔力分享给他人，而佐野也正是这么做的，不断将魔力传输给他。如果有足够的魔力，你应该就能将伤势复原，是吗？有田沙良瞪大眼睛，惊讶地看着佐野，他是怎么知道我的技能的？几分钟过后，恢复伤势的有田沙良双手被束缚住，作为俘虏静静地坐在一旁。作为血塔工会的治疗师，受到了致命伤害，居然这么快就完全恢复。回去后必须好好调查下他的来历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好不容易打到了这里，居然连门都打不开。没办法，想从外面打开就必须要有钥匙，也就是说我们会被一直困在这里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失踪的原因吗？一旁的佐野其实还在纠结，我该怎么办？其实我已经复制了那把钥匙，只是我该怎么解释呢？看来只能随便编一个理由了。随即佐野将钥匙取了出来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阿瑞斯上前用手轻轻触碰了下大门，没想到的是手臂直接穿透了进去，整个大门和阿瑞斯的长袍上都亮起了相同的符文。下一秒大门就这么被打开了，原来这长袍是阿瑞斯母亲的，她似乎能和大门产生共鸣，从而将其打开。一旁的佐野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心想阿瑞斯果然是这个迷宫的关键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跟他一起来调查下这个多维迷宫。根据有田沙良的情报，众人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魔力正在快速流失，魔力不断的被心脏所吸收。而这时之前的雕像再次出现，佐野立马开始施法 Ctrl 加 C 复制魔力 Ctrl 加 V 粘贴魔力，随即不断使用 Ctrl 加 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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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限粘贴，顿时无数的技能对话框充斥了整个区域，恐怖的魔力从佐野周身爆发而出，很快就充斥了整个房间，就连巨人心脏吸收的速度也赶不上产生魔力的速度。有田沙良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如果将我的技能跟他的技能相结合，那么我就能让我的父母恢复了。恢复魔力的七濑立马冲向雕像，一刀就将其拦腰斩断。成崎也不甘落后，举起法杖释放黑暗魔法，黑暗闪电瞬间就将最近的雕像摧毁。这时更多的雕像包围过来，成崎见状更加兴奋了，就用你们来发泄下这段时间我糟糕的心情吧。说着就释放了一个巨大的黑暗魔法，瞬间就将雕像完全摧毁。而这时候有田沙良发现了黑崎的身影，浑身是伤的瘫坐在地上，只剩下了一口气。正当有田沙良准备上前救助的时候，佐野先一步走了过去，没想到你会栽在了这里。说着就拿起地上的卡利西亚龙之剑，终于将它拿回来了。果然耐久度都已经恢复了，我要怎么才能将他的技能复制过来呢？想着佐野打算先试试能不能复制黑崎的影子移动，复制失败，目标的等级高于你。就当佐野打算放弃时，目标对你有强烈的敌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您可以有两种选择来获得技能：一、杀死对方并获得对方技能；二、强行吸收目标的技能。只有当目标的 HP 低于 15% 时才行。吸收后，目标将失去此技能。原来还能这样吸收技能，那如今他这状况不是就能强行吸收了？过了一会，黑崎也走了过来。你是治疗师对吧？将这家伙治好，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他。随即就将有田沙良的束缚解除了。随着技能的发动，黑崎的断臂开始复原，下一秒就苏醒了过来。看来我的决定是没有错的。随即黑崎双手就被束缚住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明白，但是提前是我们能活着离开这里。然而在他们放松警惕之时，巨人的心脏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一道光束径直的射向了七濑，瞬间将整个区域都摧毁了。小田雾见状着急的跑了过去，然而却成了心脏的下一个攻击目标。就在攻击即将射中之时，小石头飞速冲了过去，下一秒一声爆炸声传来，烟尘过后，从中浮现一个身影。小田雾全身上下居然覆盖着石甲，而这正是小石头所化。七濑也狼狈地站在后面，佐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，你们两个合体了，在这么短时间居然能够成功升级，不管我看多少遍，他看起来真的很像竹内大师的石甲技能。原来在半小时之前，成崎和小田雾两人被传送到一个多维迷宫，靠着成崎强大的黑魔法，瞬间就将眼前的魔物解决了，而且还爆出了大量的红宝石。小石头见状十分嘴馋，在得到成崎的允许后，小石头坐在地上大口的咀嚼起来。就这样，小石头升级了，雪山的石像鬼等级2，可以成长到等级10，目前可以自由变化形态 LV2，可以跟主人共享感官 LV2。小石头你太棒了，居然升级了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巨人的心脏攻击越来越凶猛，直至将成崎的防护罩都击破。这些光束是由高密度的魔力所形成，普通的防御魔法是无法抵挡住的。就在这时，愤怒的七濑站了出来，面对即将射中自己的光束也毫无畏惧。
直接挥刀将光束劈开。由于光束的密度非常高，所以即使用刀剑也能将其劈开。但是这样我们还是没法靠近。由于我可以无限生成魔力，导致巨人心脏就会不断吸收并发射光束。但如果我停止产生魔力，我们的魔力又会很快被吸干，这成了必死之局，只能这样了。试试我新获得的技能影子移动，利用其可以在蛛丝的阴影处移动的特点，只要将两个技能相结合 ，Ctrl 加 V， 发动大王巨足蛛的蛛丝，佐野用蛛丝将自己包围，瞬间消失在了原地，仅残留下部分蛛丝。一旁的摩尔顿时有点发懵，他人去哪了？而在巨人心脏的后方出现了一道人形影子，佐野从影子中冒了出来，立马将手放在了巨人心脏上，打算利用固有震动将其打碎，然而却小看了他的智慧，心脏利用魔力凝聚制造了一场爆炸，瞬间将佐野轰击的口吐鲜血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是我送给你的魔力，你知道吗 ？Ctrl 加 V， 使用大王巨足蛛的蛛丝，随即大量的蛛丝形成，不断的向着巨人心脏包裹而去，直至包裹成一个巨大的圆柱。就在众人以为成功之时，光束再次从中射出，还没有结束 ，Ctrl 加 V， 大王巨足蛛的蛛丝超级加倍，数道光束跟佐野擦肩而过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触碰到它。就在触碰的瞬间，再次将其包裹住 ，Ctrl 加 V， 使用技能固有震动，利用共振摧毁目标。随着巨人心脏的破碎，一道巨大的光芒亮起，你已经摧毁了巨人的心脏，迷宫攻略成功。下一秒，无数的升级提示框浮现在眼前，佐野看着眼前的提示框开心不已，恭喜你获得了此次攻略奖励，巨人的心脏，等级1可升级，技能1可以无限的产生魔力，技能2能够吸收或储存一定限度的魔力，这是一个可以不断升级的技能。看到这介绍，佐野顿时感觉这个好像对自己没什么用处。Ctrl 加 C 升级了，可以自动复制可复制的对象，能自动复制，这简直太棒了。佐野前辈，你简直太厉害了！别靠近我，我不喜欢男的。这时程奇走了过来，严肃道：“恭喜你获得了巨人的心脏。等我们回去后，我想找你谈谈。如果你想要巨人的心脏，我可以高价卖给你。”听到这话，程奇兴奋不已。在一番休整过后，佐野拿着卡利西亚龙之剑，将其归还给了阿瑞斯。这时摩尔突然上前询问道：“你刚刚是不是用了血塔工会的前行技能了？”确实，你刚刚突然移动了很远距离。佐野被问得满头大汗，只好瞎编了一个借口，是利用蛛丝快速牵引过去的。摩尔本还想再说什么的，却被七濑打断了。询问他人的技能是很不礼貌的。走吧，我们还得抓紧时间回去调查这两个人。走在前方的黑崎对着有田沙良小声说道：“是时候轮到你报答我曾经对你的救命之恩。现在去重启迷宫，你确定这是最后一次了？是因为那位魔力小子的原因吗？但是如果你忘记了契约，我会很头痛的。契约，亚当的誓言，一种永久的约束，使你永远不能背叛你的伴侣。只要你有这个，你就永远无法离开我。记住，你的父母都在我手里，当时我可是用自己性命在救你。现在轮到你报答我了。这个地方的魔力应该足够，现在就开始吧。”下一秒，有田沙良周身魔力开始汇聚，随即就发动了技能 Ctrl 加 Z。佐野看到这一幕，连忙转身叫大家赶紧离开，迷宫马上又要被初始化，整个迷宫开始不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程奇和阿瑞斯立马展开防护罩保护住众人，快速向着出口处飞去，在迷宫即将封闭之时，顺利逃了出来，成功来到了迷宫外的城市上方。而此刻迷宫的出口也彻底关闭了。小田雾着急的大喊道：“他们都还在里面。”与此同时，迷宫内部似乎没有完全恢复成最初的样子。黑崎已经解除了束缚，拿着剑缓缓走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迷宫没有完全重置，这家伙在我发动技能的同时将我拉了出来，所以导致重置在中途被取消了。这样啊，也没关系，反正其他人都走了，只要我能拿到巨人的心脏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佐野愤怒地看向对方，随即打算使用大王巨足蛛的技能。然而下一秒，佐野难以置信地看着弹出的对话框，无法找到对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用的，因为被重置的不仅是迷宫，还有你。佐野听完立马换出信息面板，佐野摇动，等级技能熟练度 LV1 ，Ctrl 加 C 和 Ctrl 加 V 都恢复了初始化状态。等等，这个是什么？未确认对象已被复制，可以进行粘贴。下一秒，一刀剑光划过，鲜血飞溅。黑崎直接一剑将佐野砍成了重伤。再见了，臭小子！说完就一剑挥下。就在这时，另一把剑挡住了黑崎的攻击，竟然是摩尔，他也被留在了迷宫中。然而摩尔似乎不是黑崎的对手。经过几个回合的拼杀后，摩尔很快就被击败，被狠狠地踢飞出去。就在黑崎打算给摩尔致命一击时，佐野用自己的身体替他承受了这一击，重重的摔倒在地上。摩尔不敢相信的看着佐野，这是为什么？他是我的猎物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所以快点离开这里。然而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黑崎从后面劈成了两半。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佐野就这么死了。我就知道，只有这家伙本身被重置，他身上的东西都还在。我现在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，别做那种表情。他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你让他恢复了最初的状态，相信下辈子他会感谢你的。下一秒，一道剑光划过，黑崎的手腕被砍了下来，随即抱着手臂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。佐野完好无损地出现在黑崎的面前，我又回来了。原来复制体的自己居然没有被还原，在本地死亡的那一瞬间，自动发动技能 Ctrl 加 V 粘贴自己。众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
明明亲手将他给砍成了2半，你这是什么技能？你这混蛋到底是什么东西 ？Ctrl 加 V， 大王巨足蛛的蛛丝，黑崎瞬间就被蛛丝包裹住。就当黑崎打算使用影子移动来摆脱束缚时，该技能已被移除，无法使用。黑崎瞪大了眼睛看着对话框中的提示，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眼前。沙良，再来一次，再次重启。然而有田沙良如今已经不想再助纣为虐了。你难道忘记了我们的契约了吗？不想死就快点。这时有田沙良手上的契约手环发出了数道电流，似乎再不行动就会被夺取生命一般。佐野也发现了这一变化，这就是你被束缚的原因吗？一个契约手环。佐野随即来到了有田沙良的面前，抓住他的手腕 ，Ctrl 加 C， 使用技能固有震动。下一秒，契约手环就被震碎。有田沙良心中的枷锁似乎随之被打开，从此彻底摆脱了这个男人。现在你无法命令任何人，绝望的下地狱去吧。下一秒就用影子移动技能瞬间来到黑崎的面前。佐野捡起地上巨人的心脏，为了这东西，你杀了多少人？你这样的人渣根本没有资格拥有这个。说着就用技能将巨人的心脏捏成了粉碎。你摧毁了一个高级迷宫的奖励物品，恭喜你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宝藏。岛国猎人协会大楼，一群人正在这里讨论这次的迷宫事件。石像鬼雪山的迷宫居然是一个多维迷宫，15年大灾难的前兆就是因为多维迷宫的爆红，没想到如今又出现了，而且西原猎人的封印也解除了，我们必须重视起来。然而七濑猎人却对此不感兴趣，想要尽快离开这里。我们必须尽快调查血塔公会的成员。多维迷宫目前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，这一举动却激怒了竹内刚，很威风吗？你是认为在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什么事也没做吗？说完就起身向着佐野方向走去。听说迷宫是你攻略的，如果你有这样的实力，那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呢？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只是个猎人，你这是打算要做什么？我们不仅攻略了迷宫，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多维迷宫，虽然不是什么可以称赞的大功劳，但是也不至于遭受到如此对待吧？对吧？竹内刚大师，你很有趣，知道我的身份还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瞬间发动了石甲技能，周围的普通人顿时惊慌起来。还好有猎人协会的会长在此，才平息了这场闹剧。竹内刚不甘地离开了会议室，画面一转，猎人协会的会长办公室中，我曾经也是大贤公会中的一员，但由于某些原因已经退出了。我代表所有猎人感谢你这次做出的贡献，能够得到复合会长的认可，让佐野开心不已。一旁的阿瑞斯表示自己打算回国际猎人协会报告此事，而摩尔却打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。我打算退出国际猎人协会。夜晚，在佐野摇豆的家中，大家都汇聚到了这里。你们这么晚都来我家做什么？我现在已经不是国际猎人协会的成员了，如今没地方住，只好在你这借住一段时间。摩尔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很抱歉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，我是来找佐野前辈玩的。我只是来传达有田沙良提出的要求，别把我和他们混为一谈。因为有田沙良拒绝使用技能治疗黑崎，所以黑崎到现在还一直处于昏迷中。一旦他醒来，就会被转移到监狱中进行审问。有田沙良目前被关押在猎人协会的审讯室中，他目前一直保持沉默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和你见面。顺便一提，有田沙良还是偶像女子组合 IF 的成员，我认为他是被迫的，是我将他的契约手环摧毁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再和黑崎有任何关系。我一会去协会见见他，顺便问下成崎大师，你为什么也在我房间？我来这里只有一个原因。然而这时旁边的摩尔却插嘴道，如果是想要巨人的心脏的话，佐野猎人已经在迷宫中将其摧毁了。这话顿时让众人震惊不已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摧毁这么稀有的道具？然而下一秒，佐野手中突然浮现出巨人的心脏，我在迷宫中摧毁的那个其实是假的，心里其实想着那只是个复制体，当然跟真的也没啥区别吧。摩尔难以置信地看着佐野手中的心脏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可以确定当时摧毁的是真的心脏。成崎和七濑为了获得巨人的心脏，纷纷开出了天价，最后在成崎开出了200亿美元的天价后结束收场。深夜，佐野美滋滋地想着自己那还未到手的200亿，如果我用技能复制一堆巨人的心脏出来，拿到海外黑市上拍卖，那我不是要瞬间暴富了？想到这顿时兴奋不已，这次的收获太大了，等级已经达到了300多级，还获得了一个唯一奖励。该物品目前处于封闭状态，可以注入魔力进行解封。佐野很是好奇，立马注入了大量魔力进去，顿时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物品，多维碎片1/5。如果集齐到所有维度碎片，可以成功合成一把维度钥匙，打开通往任何维度的大门。这些碎片具有相互吸引的能力，可以打开维度的数量和级别是根据它们的等级决定的。佐野疑惑地看着这个物品，这东西目前好像没什么用啊，而且居然不能被复制，我要去哪里收集其他碎片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摩尔走了进来，有件事我想跟你确认下。说着就拿出了长剑。佐野见状顿时慌了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然而摩尔却不回答，举剑就要刺去。15年前大灾难的欧洲，一只恐怖的巨兽在城市中肆虐，低角龙等级500级以上，它们的能力与高角龙相当。这怪物是火属性的，魔法师最好使用一些冰属性魔法攻击它。只见一位魔法师飞身上前，
几个翻转腾挪下来到了低角龙的后方，举起魔法阵立即发动了冰系魔法。然而数道冰锥都被低角龙的翅膀挡住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反而被对方的冲击倒退了好几米。该死的，这么一个超 S 级的怪物到底从哪来的？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只见低角龙张开大嘴喷出了巨大的火焰，炽热的火焰将最近的几个猎人都吞没了。没一会，大量的火焰就在城市中发生了巨大的爆炸，远处观看的猎人吓得拔腿就跑。当时整个城市都宛如陷入地狱之中。作为一个刚刚觉醒的菜鸟猎人，我感觉自己死定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男人出现在我面前，顿时让绝望的我心中燃起了一丝生的希望。世界上最伟大的猎人弗雷德里克修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然而下一秒，弗雷德里克却被低角龙一口吃掉，只剩下半截身体屹立在那里。我被吓得脸色发白，浑身瘫软的坐在了地上。就在这时，低角龙似乎发生了异变，痛苦的吼叫声响遍天地，紧接着全身开始鼓胀开来，直至最后整个身体发生了巨大的爆炸，巨大的气浪席卷而来。这个时候，那个男人再次出现，再次挡在了我的面前。我震惊道：“你竟然没事？我刚刚明明亲眼看到的。”当我看下刚刚尸体所在处时，那里只剩下一些黑色的焦炭随风飘散。弗雷德里克，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，不能在外人面前使用那招的吗？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身后竟然站着一位女魔法师，原来之前是她把我从爆炸中救了出来。紧急情况嘛，毕竟这是打败那怪物的最快方法。低角龙的鳞片坚硬无比，普通攻击对它没有效果。如果我们放任不管，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。你刚才看到了吧？希望你能帮我保守秘密。这时渐渐的有猎人向这边靠近了。弗雷德里克见状转身离开，再见了，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你能成长为一位伟大的猎人。我连忙上前做了个自我介绍，我叫摩尔格兰特，来自格兰特家族，是最近刚刚觉醒的猎人，请记住我，我会记住你的。摩尔格兰特，一个拥有超越死亡技能的猎人，世界上最伟大的猎人弗雷德里克修。然而我却没想到的是，在他失踪后我会遇到同样技能的人。我知道这样很鲁莽，但是我想要亲自证实下我的猜测是否正确。在佐野死亡的瞬间 ，Ctrl 加 V 粘贴自己，原本的尸体化成灰烬消散了。佐野重新复活，来到摩尔的身后。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摩尔松了口气，证明自己猜测是正确的。我很抱歉，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想亲眼验证下这个计谋。你难道就不怕你的猜测是错误的吗？我真死了怎么办？这时候小田悟出现在门口，目睹了这一幕。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真是越来越头大了。经过一番解释和道歉后，摩尔决定为了补偿佐野，他将侍奉其左右。话说真的有死而复生的技能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前辈这么强大的原因吗？顿时让小田悟兴奋不已。这事先放在一边。话说阿瑞斯，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怎么会又回来了？那是因为这个东西。佐野惊讶地看着对方手中的物品，由于多维碎片具有相互吸引的能力，而阿瑞斯在回家的路上，身上的碎片突然产生了异动，根据碎片的指引就又回到了这里。佐野手上那块编号是5，阿瑞斯手上碎片编号是1。我的是摧毁巨人心脏时获得的一种独特奖励，而我这块是我母亲的遗物。根据母亲留下的笔记中记录，碎片是会相互吸引，如今得到了证实，这意味着以后会更容易获得其他碎片。顺便问一下，这个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只要收集到全部碎片，就能合成一把次元之门的钥匙。就比如我们这次经历的多维迷宫，如果你拥有这把钥匙，就可以随意在多维空间中自由移动。也就是说，你来岛国不仅为了寻找母亲，还为了收集关于维度碎片的信息。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还活在另一个维度中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两个会这么简单就死去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现在有可能被困在另一个维度中，或者是有一个不能回来的理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是一个怎样的理由？这可能比15年前的大灾难还要可怕。总之，只要我们有了维度钥匙，我们就能够关闭多维迷宫，阻止大灾难的发生。但是这东西该怎么变成钥匙呢？就在这时，小石头轻轻触碰了下碎片，瞬间2个碎片的一角吸附在一起，然后开始旋转腾挪。随后就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，光芒过后，碎片完全拼接在了一起。这就是他们连接的方式吗？而且碎片间的共鸣比之前更加剧烈。在明星球场工会的欧洲总部，精灵男子突然发现自己手中的多维碎片发出了异动，顿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看来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名白发男子。你在笑什么？血塔工会的那群家伙一直没有回复，看来任务是失败了。精灵男子看见对方，立马屈膝下跪。米凯尔先生，恭喜您终于获得了 Ctrl 加 H 的技能，这样就能自由移动了。你在成为超越者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。目前我只能用它进行短距离移动，需要利用 Ctrl 加 C 才能让它进化。请放心，这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了。多维碎片刚刚产生了共鸣，应该是其中有2块连接在了一起，手中这块会告诉我们其他几块在哪里。你是说你很快你就能回家了？话说你的世界没有属于自己的维度钥匙吗？不是有的，然而现在是不可能从另一边打开次元之门的。15年前都是因为那该死的法师西元猎人，所有连接到蓝星的次元之门都被封闭了，而蓝星上的多维钥匙被分成了5块，而且被封存在了不同的地方。一旦我们集齐了这些碎片，将封印解除，次元之门将会再次打开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前往我的家乡仙境。我们将打开通往神圣世界树的次元之门，这里有一个类似 Ctrl 加 C 的奖励，如果你吸收了它，将对你有莫大的好处。听起来很不错，但这个真的是和 Ctrl 键一样的吗？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技能的时候也很惊讶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图什么？你的家乡是精灵的国度，它的世界树几百年前就被污染了，
现在它被称为黑暗之树，最糟糕的是它如今濒临毁灭。在15年前的大灾难中，蓝星和精灵的维度第一次重叠，你们精灵试图把污染的源头转移到蓝星上，但是却被西元猎人拦下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精灵是否还会继续他们失败的计划，将两个世界再次连接在一起？你在利用我达到自己的目的。精灵男子顿时满头大汗，心虚不已。当他正要狡辩之时，白发男子突然说道：“其实我根本不关心这个，我只想利用你打开更多的多维世界，并吸收更多的技能，变得与那些超越者一样。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从今往后，我将亲自行动。”听到这，精灵男子顿时慌了：“你现在还不能走，米凯尔先生，您是明星球场工会的首领，如果你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就离开了，你可能会吸引到一些不必要的关注。我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，所以我已经命令卢卡斯执行 B 计划。一旦准备完成，我们就会有充分的理由让你自由行动。”与此同时，在岛国的一个高级迷宫死亡之林中，佐野带着小田雾和摩尔一起来到这里攻略迷宫。豺狼人等级90级，一个融合了妖精和狼的怪物。虽然单兵作战能力低，但是他们非常聪明，一般都是成群结队的出现，这使得他们非常危险。佐野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我们就3个人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撤退？这可是刷怪的好地方。佐野兴奋地开始挑衅不远处的豺狼人：“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快来攻击我呀！”顿时导致对面开始发狂，小田雾都快急哭了。佐野前辈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下一秒，全部的豺狼人冲了过来 ，Control 加 V， 使用石像鬼的核心生成一只石像鬼，紧接着技能连续使用，顿时召唤出了一支石像鬼大军。小田雾和摩尔看到这一幕惊讶无比，前辈怎么会有这么多核心？就让我们好好欣赏这次表演吧。他的技能究竟是什么？居然可以召唤这么多石像鬼？很快双方就大战在了一起。石像鬼大军势如破竹地冲了过去，瞬间就将一大群的豺狼人击飞，看起来像是一群不良少年。我的小石头一定不能学他们。很快战斗就结束了，佐野蹲下抚摸着石像鬼，辛苦你们了。说完就将他们收回，然后打开系统背包查看，我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创造一个石像鬼小队，算了，不想了，是时候去见见有田沙良了。没想到你还有车。是啊，这是我爸爸买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差点忘记了，这家伙是大贤公会的太子爷。我们很快就来到了猎人协会的审讯室，只见有田沙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他已经3天没有进食了，不管问他什么都保持沉默，只说了要见你。我们的谈话可以保密吗？很抱歉，鉴于这次调查的性质，无法满足你的要求，那只能试试到时候能否使用 Control 加 Z 撤销了。佐野拿着一杯水来到了里面，口渴了吧？喝完我们再聊。有田沙良看了一眼佐野，就端起水杯大口喝了起来。你是想知道我的技能具体是什么吗？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我的技能是无限魔力生成。如果你能帮我，我将配合你调查。在那之前，我需要确认一件事：你拥有能将一切恢复的能力，它叫 Control 加 Z 是吗？是一种被诅咒的能力。我就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被诅咒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能复制粘贴他的技能，那就意味着以后任何 Control 技能都可以被我复制粘贴。里面的对话让外面的人很是惊讶。复原、诅咒、Control 加 Z，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？真的有这样的技能吗？那个女孩的技能竟然不是治疗，而是复原。难怪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耐久不恢复了。我的父母处于昏迷状态，我需要庞大的魔力来让我父母复原，而能提供如此巨大魔力的人只有你了。请帮帮我。明白了，你需要多少魔力我都能为你提供，作为交换，我需要你。说着就将手放在了对方的手铐上。外面的众人一脸疑惑地看着里面，佐野这家伙这是要做什么？下一秒一声爆炸声响起 ，Control 加 C， 复制目标的技能 Control 加 Z。然而意外的是，系统提示无法复制。佐野这下搞不明白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以前想过可能会有无法复制的技能，没想到今天就遇上了一个。该死的，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！有田沙良看着自己的手被对方拽得紧紧的，感到莫名其妙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佐野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松开了对方的手。这时候突然弹出了一个红色的对话框 ：Control 加 Z， 特殊的技能无法被复制，但如果你消灭了目标，你就能将它吸收。满足这个条件，你就可以正常复制该技能。看到这么残忍的规则，佐野顿时郁闷无比。杀人夺宝这种事我还是干不出来的。难道没有其他方法了吗？或者说等他老死了再过来吸收？外面的众人疑惑着看着里面。佐野前辈这是在干什么？七濑也看不下去了，连忙询问里面的佐野是什么情况。抱歉，发了会呆，这里面一切顺利。算了，先不想了。首先我还是先帮忙唤醒他的父母，从而赢得他的信任。也许很快就会找到更好的方法。如果找不到，我还可以跟他合作。同一天的下午，猎人中心医院，众人来到了这里。他们在大灾难中遭到了神秘生物的袭击，导致魔力中毒。而这家医院是唯一一家接受魔力中毒病人的医院。这就是他要跟黑崎合作的原因吗？需要大量的治疗费用。话说黑崎现在也在这里接受治疗，对吗？是的，现在在地下设施里面。一旦他苏醒，就会被押送到监狱接受调查。就在这时，一名男子跟摩尔擦肩而过。这家伙他为什么在这？这人正是使用 Control 加 F 的卢卡斯。画面一转，卢卡斯就来到了地下设施，两名守卫连忙上前叫住了他。这里是禁区，未经允许不得入内。卢卡斯自信地拿出一张小卡片，辛苦两位了，这是我的许可证。然而上面写的却是 Control 加 F。下一秒字体开始发生变化，
无数的黑气从中冒出，迅速袭向2名守卫，很快就将他们吞没了。经过黑气的洗礼，2名守卫被彻底控制住，成为一个无意识的傀儡。卢卡斯径直地走了进去，来到了黑旗的面前，然后拿出了一个诡异的圆球，表面包裹着紫色的树叶，并不断散发出黑气。卢卡斯，有件事只有你能做到，万一血塔工会失败了，我要你将这个投放到整个京都中。卢卡斯看到这东西，本能地感到厌恶，连忙后退。这是从我家乡带过来的果实，一种受过污染的世界树果实。使用这种果实作为屏障，可以打开一个子空间。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子空间，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看。顿时，眼前的一幕让卢卡斯惊恐无比。只见精灵男子的果实已经打开，而头顶上方的空间被撕裂开来，里面露出一只恐怖的巨兽。回到现在，卢卡斯看着手中的紫色果实，那家伙是想让整个东京变成地狱啊！该死的！先救人再说，他们和我的家族关系太密切了，现在不是打退堂鼓的时候。画面来到楼上的病房中，有田沙良的父母已经被顺利复原。看到这温馨的一幕，小田雾被感动得泪流满面。看着这神奇的技能，七濑顿时有了一些想法。复原真的比最强的治疗师都厉害吗？一定要想办法将这个女孩留在协会里。话说摩尔那家伙去哪里了？医院的走廊上，卢卡斯已经将黑气唤醒并带了出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卢卡斯面前弹出了一个系统对话框，检测到附近有 Control 技能的使用者。得知这个消息的黑气很是惊讶，难道是沙良来看他父母了？别告诉我那家伙也跟他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摩尔出现在他们的后面。卢卡斯，真是你啊，差点没认出来。还有黑气，你竟然苏醒了，所以你是为了黑气来的吗？明星球场工会的哈巴狗，听说你退出了猎人协会，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？既然你帮他逃跑，那么你现在就是帮凶了。说着就取出了武器。我看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鲁莽，你难道忘记了这里是医院吗？让我来吧，我要好好给他上一课，让他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就在这时，佐野利用影子移动出现在摩尔的身后。我也在这里哦，你这混蛋，那是我的技能。一旁卢卡斯的能力发出了提示，发现 Control 加 C 和 Control 加 V 的使用者，目标就在面前。我终于找到你了 ，Control 加 C， 真是麻烦啊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。先是黑旗。现在就连国际罪犯都出现了，看到来人的武器，两人顿时慌了。这是女巫之刃，今天真是个糟糕的日子，走到哪里都要加班。原本只是来唤醒有田沙良的父母，却没想到会遇上了 Control 加 F 的使用者卢卡斯。卢卡斯此行的目的原本只是救走黑旗，未曾想却意外找到了 Control 加 C 的持有者佐野遥斗。双方即将展开一场快捷键大战。看着拿着武器的七濑顿时引起了周围人围观，这不是七濑猎人吗？他为什么在医院里还拿着武器？你看这里可是医院，就不能和平解决吗？这时七濑拿出了2个魔力抑制手铐，如果你愿意戴上它，我很愿意和你们好好谈谈。看来是没法交流了。说完，黑崎就随机抓了一个身边的路人。你是还不明白吗？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我的人质，现在能和平解决了吗？然而下一秒等来的却是七濑的一脚重踢，黑崎被这一脚狠狠地击飞出去，直至撞击到走廊尽头的墙壁上，随后喷出了大量鲜血。卢卡斯看到这一幕，顿时冒出了冷汗。刚才的攻击速度太快了，我完全看不清楚。卢卡斯，你应该跟黑崎不一样吧？我们可以和平的解决吗？卢卡斯转头看了下已经昏迷的黑崎，我要使用那东西吗？我想知道为什么选中我。这个是被污染的世界树产生的黑暗魔力，正常人会因为黑暗魔力而中毒，但是你不一样，不是吗？你和血塔工会的会长一样。你是说黑崎也是？是的，他也是使用黑暗魔力来运用他的技能。放心使用吧，注入你的黑暗魔力，让这些被污染的世界之果绽放吧。画面回到现在，很抱歉，我和黑崎一样，不能和你和平解决。说着就从空间中取出一把宝剑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带他离开。那把剑是祈祷之剑。卢卡斯是英国神圣骑士家族的成员，而他们有一把代代相传的宝剑，据说是世界上唯一一把圣剑。他和卡利西亚龙之剑属于同等级别的，但是它不会增加等级，也不会增加任何属性。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——异端审判官，它能消除任何被当作异端的技能或武器。七濑猎人使用被诅咒的剑女巫之刃，视为异端，将其消灭。佐野顿时担心不已，想要上前帮忙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只是在女王之刃上弄出了一个缺口罢了。现在轮到我了，说着就举剑挥去，然而却被卢卡斯轻松躲过。看来医院限制了你的发挥，如果你不使用技能的话，可没法打赢我。然而下一秒打脸就来了，身前的领带被切断，七濑的下一波攻击紧接而来，这力量也太大了吧！下一秒卢卡斯就被震退了数米远。刚才那一击就像要把我体内撕碎一般，看来用圣剑是无法弥补我们实力上的差距。这就是世界排名第10的猎人所拥有的力量啊！我真不想在医院中使用我的技能，但是这是你逼我的。就在这时，黑崎的声音传来：“该死的混蛋！”黑崎从昏迷中苏醒，站了起来，手中还拿着被污染的世界之果，而且是已经绽放状态。既然你这么想保护这家医院，那我就让一切都化为乌有。说着就将世界之果插到了地面。快停下来，这里可是医院啊！反正你都要将它安放在东京的关键地点，那就让我在医院中也放置一个吧。随着大量的黑暗魔力从中冒出，周围的一切开始不断被侵蚀。这个是黑暗魔力，只有拥有黑暗技能的人才会拥有，但是这个量有点不正常。照这样下去，医院的所有人都会魔力中毒的。
可恶！佐野立马使用影子移动技能，瞬间来到了黑崎的身后，用蛛丝将其包裹住。太迟了，已经无法阻止。只见世界之果上一秒还是花朵的形态，下一秒便开始疯狂的蔓延生长。其粗壮的枝条在医院的各个角落肆虐，转瞬间就形成了一棵小型的世界之树。整个医院都被弄得千疮百孔，医院中的普通人顿时陷入了危机。佐野几人连忙开始救援。你没事吧？请和其他人一起尽快撤离这里。能自己行动的病人还比较好办，但是如今有很多人已经无法行动。虽然有我们几人帮忙救援，但是如今整个医院充满了魔气，照这样下去，每个人都会魔力中毒的。现在除了复原医院，没有其他办法了。想着佐野就立马使用影子移动技能开始寻找有田沙良。一处废墟处，小石头和小田雾正在救助普通人。这时佐野刚好瞬移到他的身后，从小田雾那得知有田沙良所在的病房居然没事。两人来到病房前，只见门口已经被厚厚的冰墙所阻挡。原来是阿瑞斯释放了冰杖魔法，这才保护住了病房，然而却无法阻止魔气的渗透。随着冰墙的破碎，佐野他们立马走了进去，来到有田沙良的面前。如今整个医院都被敌人用一棵树摧毁，并且伴随着大量的魔气蔓延。我想到的最快解决办法就是使用你的技能，将这里的一切复原。有田沙良听完果断答应下来，只要有你的无限魔力在，一切都不成问题。画面一转，众人来到了大树面前，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还要巨大，它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是黑崎，他逃出来了，还释放了这个玩意。听到这的众人都很惊讶，他明明知道我父母还在医院中，居然还这么做，他根本不在乎我父母的死活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佐野开始输送大量的魔力，而有田沙良将手放在树干上，随即释放技能。然而就在这一瞬间，大树似乎感受到了危机，开始不断收缩树根。很快，原本布满整个医院的树根全被大树收缩回去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壁垒，阻挡在有田沙良的面前。而树干上张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，从中冒出大量的魔气，向着有田沙良袭击而来。佐野见状着急无比，连忙跑上去 Control 加 V 大王巨足蛛的蛛丝，蛛丝瞬间组成一面墙壁挡在了他们面前。下一秒，一声爆炸声响起，蛛丝和黑气都消散了。小田雾连忙上前关心道：“佐野前辈，你没事吧？”我还好，沙良也只是昏迷了，但是好像复原失败了。现在必须快点带着所有人撤离这里，不然他们都会中毒的。小田雾背起有田沙良就往医院外跑去。佐野指着大树对阿瑞斯询问道：“你知道这个究竟是什么吗？”根据我母亲留下的笔记记载，它可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，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维度。我认为这是一棵被污染的世界之树的果实，果实的作用是将污染从源头转移进这个维度。由于世界树的主体在另一个维度，所以把它恢复成原本状态也不管用。这些果实也可以作为一种屏障，为此他们还会在东京周围3、4个地方种植。听到这里，佐野惊讶无比，一场恐怖的浩劫即将到来。10分钟后的医院门口，救援队已经将大量伤员救出，魔法师猎人正在尝试用净化魔法来消除黑暗魔气，然而不管如何净化都无法消除。猎人协会的复合会长和竹内刚也赶到了这里，竟然是另一个维度被污染的世界树。尽管我亲眼所见，还是很难相信这一次的事故，七濑还是要负很大责任。真没想到黑崎能从世界闻名的七濑猎人手中逃走。卢卡斯也参与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向国际猎人协会讨要个说法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发生了强烈的震动，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只见一名猎人着急地跑向复合会长。根据北区那边的汇报，第2棵世界树已经在北区发芽了。该死的黑崎，居然这么快就又行动了。